这是一个人类情感和犯罪指标全部交由系统判定的世界，即使你没有做错什么，只要犯罪系数超标，就会遭到警察的逮捕。新人警察常守珠在入职第一天就遇上一个大案，中年男人在大仓街头扫描仪做色相检查的时候发现了问题，对方的潜在犯罪指数达到了120，预计会有很强的攻击性和偏执妄想。安保机器人提出了治疗请求，但却被他拒绝并逃跑了。色相都浑浊成这样了，仍旧没有接受治疗，很可能使用了违禁药物。这一下不用等西比拉判断就知道，他绝对是潜在犯。大仓挟持了一名女性人质逃入废弃街区，这里因为早就被废弃而没有安装转发器，所以无人机无法进入。虽说是无人区，但其实早就成了流浪汉的聚集地。上司伊野扔给阿朱一件警服，随后护送车赶到现场。伊野提醒阿朱，一会儿见到的人不要把他们当作普通人类，那些人全都超出了心理测量规定的犯罪系数，都是些人格不健全的人，按规定应该作为潜在犯隔离，而他们唯一被允许的社会活动就是驱逐那些跟他们一样的罪犯。他们是为了狩猎而存在的野兽，也就是阿朱作为监察官要管辖的部下。这次的任务由2名监察官带领4名执行官分2个小队执行。伊野带走了黄毛秀星和漂亮姐姐弥生，让剩下2姐妹跟着阿朱。护送车分发配枪支配者。阿朱第一次执行任务，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被称作老爹的大叔让他别紧张，只要知道怎么使用支配者就行。这把枪可以读取目标对象的心理测量值，只有对方是潜在犯的时候，保险才会解除。支配者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基础模式只有麻醉功能，就算击中了也只是不能动而已，然后把人逮捕就完事了。阿朱一拿起枪，认证通过之后，支配者系统立即启动。但阿朱还是有点懵，任务简报、作战会议什么的都不需要吗？直接莽就完事了。黑发男神也表示没有那种东西，他们负责狩猎，阿朱负责监视，仅此而已。他们有他们的做法，阿朱只需要承担起责任。如果对他的做法不满，就拿起枪对他射击。执行者和捕获对象一样都是潜在犯，支配者会自己启动。与此同时，废旧街区捕获对象大仓正躲在一处废弃房屋里，对绑来的女性施暴。他比谁都认真努力，活到了今天，不惹任何人生气，不给任何人添麻烦，兢兢业业提心吊胆的活着，却仅因为一次扫描没有通过就被当成罪犯。反正他都已经完蛋了，还不如放纵自己做真正的罪犯。阿朱跟着老爹志进入已经废弃的街区，在搜查过程中，阿朱似乎注意到了什么，紧张的把枪对准了街边醉倒的流浪汉。对方的犯罪系数低于60，不是他要找的对象。阿朱又偷偷的把枪对准了老爹，对方的犯罪系数超过120，是可以执行的对象。支配着保险自动解除，阿朱赶紧挪开枪口。老爹看上去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居然真的是潜在犯。老爹听过阿朱的传闻，训练所第1名的高材生，不过他让阿朱把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都扔了，这里根本派不上用场。这是一个荒谬的世界，人类的想法、需求，甚至是人心都能靠机器判断。即便如此，憎恨、欺骗、想要伤害别人的人还是那么多。阿朱学到的纸上谈兵理论到底有多无用，他马上就会知道。很快，秀星在搜查中发现了大仓藏身的地点，因为他正在对人质施暴，秀星来不及等待队友，决定先行动。支配者对准大仓，对方的犯罪系数已经达到了190，秀星一枪射出，但出乎预料的是，大仓并没有被放倒，对方磕了兴奋剂，麻醉枪根本不起作用，结果却适得其反的打草惊蛇。大仓掏出刀子挟持人质，他的犯罪系数再一次上升。支配者根据对方的威胁程度做出判定，迅速开启终极清除模式。大仓惊恐地瞪大了眼，撞碎窗户，仓皇逃走。他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已经被希拉比系统判为了死刑，已经是世界上不需要的人了。像我这种天天上班怨气比鬼还重的人，估计一落地就得被当场枪毙。大仓知道自己已经完蛋了，而被他挟持过的女人经过这一番折磨后，犯罪系数已经超过了100，一旦被抓住就会面临一辈子无休止的拷问。犯罪系数是会传染的，年轻人经受不住压力，容易受到暴力冲动和偏执妄想的影响，从而造成精神污染。老爹和阿朱发现了大仓的行踪，两人急忙追上去将人包围。大仓却以人质要挟让他们交出配枪，但支配者不通过认证是无法启动的。大仓得意的拿起枪，却发现根本无法扣动扳机，而就在此时，早就埋伏在一旁的慎也一枪射出，大仓瞬间炸成一地血浆。阿朱想要安抚受到极大惊吓的女人，却没想到老爹已经把枪对准了对方。在女人惊恐的目光中，他的犯罪系数显示为160。阿朱死死抱住老爹不让他动手，他无法认同对无辜之人开枪的做法，那个人是保护对象，不能被这么粗暴的对待。但就算阿朱有心要保护他，这条街的系统已经判定他具有威胁性了。慎也跟着逃跑的女人来到仓库，发现对方把自己埋在了汽油桶里，手上握着打火机威胁慎也不要过来。慎也丝毫不为所动，阿朱追上来让他停手，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女人的威胁判定更新，确认为终极清除对象。慎也不知道对阿朱说了什么，毫不迟疑就要扣动扳机。阿朱大喊着住手，一枪把慎也击倒在地。在他的安抚下，女人渐渐平静下来，扔掉了打火机。而就在这时，支配者启动的声音再次响起，伊野一枪将女人麻醉。第一天出任务就搞得一塌糊涂，阿朱的心情很沮丧。而倒霉的慎也在见到新任上司的第一天就被一枪崩进了医院。这个世界的科技极为发达，一睁眼就有虚拟管家为他播报行程，房间的风格可以随
随意布置，每天都不重样，想吃什么机器都能制作出来，甚至连换衣服都可以一键搞定，简直不要太方便。阿朱约了好友见面，向他诉说自己的苦恼，但即便他烦恼的一整晚都没睡，心理色相仍旧非常清晰，而且还几乎不做情绪护理，心理健康的让人嫉妒。阿朱想了想，可能是因为自己太迟钝了吧。经过昨晚的事，他觉得自己可能并不适合国安的工作。此话一出，好友多指的他在凡尔赛。阿朱可是在最终测试里拿到700分的优等生，毕业的时候有很多职业任他挑选，是他自己选择的入职公安。好友安慰他不用烦恼，不仅是系统给出的事情评价，他们都觉得阿朱适合公安。阿朱换好职业装来到综合分析室，正好和出门的弥生碰了个正着。分析官唐之多恩是个非常性感的金发美女。阿朱来这里是打听盛野的情况的，大姐姐怨气有点重，她虽然也是潜在犯，但是把健康管理的活都要交给分析师来做，是不是太过分了？知恩调出了盛野的现状，阿朱那一枪正中他的脊柱，虽然不致伤，但也躺在床上无法行动。见阿朱愧疚，知恩表示可以让他去探望，不过阿朱拒绝了，知恩让他明天再来。盛野今天静养一天就不会留下后遗症。阿朱回到办公室写任务报告，秀星跟弥生当着上司的面光明正大的摸鱼。阿朱的图形输入版出了故障，问两人还有没有多余的，秀星让他去找盛野借，被弥生打了一板子。弥生把自己的借给了阿朱，迟到的老爹前脚刚刚踏进办公室，区域压力上升警报就响了起来。商业界内检测到超过规定值的心理测量值，要求当值检察官和执行官前往现场处理。于是倒霉的阿朱上次结案报告还没写完，还得去继续执行任务。商业界的进口警报一响，无人机就开始监视了，不过并没有发现，也就是说让区域压力升高的犯人还在商业界内。虽然为了以防万一带了支配者，不过老爹安慰阿朱不会到掏枪的地步。两人为了不引人注目，穿着全息玩偶来到街上。很快老爹连扫描仪都没用，就发现了这次需要逮捕的目标，跑过去要求对方做心理测量。男人明显做贼心虚，想要逃走，被老爹3下5除2摁倒。再一查，果然对方的犯罪数值已经过百，需要进行紧急治疗。阿朱还什么都没做，任务就已经结束了。老爹能不靠仪器识别出潜在犯，犯罪也好，约束犯罪也好，都需要跟犯罪相关的才能。所以像他这样的人，犯罪系数达到了不得了的程度。阿朱有些愧疚，他什么忙都没帮上。老爹挠挠头，检察官的任务就是把执行官带到现场，并对其进行密切监视，不给世人造成麻烦就好了。意思也就是他什么都不用插手。秀星找到阿朱一起吃晚饭，虽然他今天不值班，但是他们执行官除了刑事科的楼层和宿舍也无处可去。秀星问阿朱为什么要来当检察官，之前说过阿朱非常优秀，他在13个省厅和6家公司都得到了 A 判定，选择任何职位都不是问题，但是在500多个学生中，只有他一人得到了公安的 A 级判定，所以他想这里应该只有他才能做的工作，能找到他真正的人生。但是现在看来，他的想法是不是错了？秀星羡慕阿朱还能为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而苦恼。希拉比读取个人才能，指点人们最幸福的生活方式，他还从没有遇到过为人生而苦恼的人。秀星从5岁接触心理测量被排斥以来，就一直是潜在犯，通过治疗重新做人的机会为零。他不愿意一辈子待在隔离设施里，于是成为了公安的猎犬，因为他这一生也就这样了。秀星非常认真的再问了阿朱一遍，他为什么要来当监视官？阿朱去找了盛野向他道歉，盛野并没有生气，因为这是阿朱做出的判断。他做了好长时间的执行官，毫不犹豫，毫不疑惑，这份本能已经深入骨髓了。他听从支配者的命令，击杀潜在犯，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社会。一旦接受了这种理由，他就不知不觉地忘记了思考。说来也可笑，明明刑事不是除掉人的工作，而是保护人的工作。阿朱通过判断知道了何为正确，比起任务优先考虑了正义。盛野也觉得在这样的上司手下工作，或许他能不再作为猎犬，而是作为刑事来工作。自己的行为终于得到了认可，阿朱感动地哭了出来。他认为当时如果有时间冷静思考，盛野也不会对那个女人开枪的。盛野也不知道，因为他没有犹豫，一旦犹豫就会死掉，而他还有没有做完的事，绝对不能死掉。事后阿朱去找了一野，认为自己当时的判断没有错，当时女人的犯罪系数上升只是暂时的，她受到保护之后治疗过程良好，心理测量值也在逐渐恢复正常。盛野对此没有异议，也不再说些什么。阿朱心中的迷茫就此消散。一家工厂里，男人的身体被无人机撕碎，这已经是1年内该工厂发生的第3起命案了。尸体送到警局之后，一野立刻带着阿朱和执行者前往案发现场。命案发生在无人机工厂的行为检查科，是全自动化生产线中唯一的有人区，大概有50名测试员常驻。如果有人在测试前面的无人机内植入了触发故障的程序，这次的案件就不排除他杀的可能。阿朱觉得工人只有50人，完全可以调查所有人的犯罪系数。一野却认为这件事没有想象中的单纯。到了目的地，下车前阿朱开心地告诉一野，他好像可以和执行官们相处融洽。一野反问他是作为同伴的融洽，还是作为驯兽员的融洽。人们常说愚者靠经验积累，贤者从历史学习，但愿阿朱不是愚者。工厂的主任将他们带到现场，组装完毕的无人机统一在一处车间进行试运行和安全检查，其他工序都可以交给机器完成，只有最终检验环节始终是由人负责的。如他们所见，是个危险的职业，测试员们的压力
也很大，而且这里和外界不同，减压手段也匮乏，而且为了防范黑客入侵，整栋楼都是电波暗室，没有任何网络设备，所以几乎没什么娱乐，就像是一座孤岛。之后主人又带他们去看了尸体现场，死者是被活生生被无人机肢解的。主任表示，死者是个优秀的员工，并没有和人结仇，心理测量值也没问题，所以就是一场普通的事故。但一家工厂1年内发生3起一样的事故，是不是有些太频繁了？失控的无人机已经被送到分析室调查，但里面的数据和备份全被删得一干二净。一夜让阿朱先回车里把死者录像发给总部，他要和主任继续谈谈。主任调出了所有员工的心理测量数据，从表面上看，没有一个员工持续性的偏离正常值，就算怀疑谋杀也不存在嫌疑人。将数据传到希拉比系统上分析需要一段时间，不过也有一个更简单的调查方法，那就是让所有员工走出电波暗室，使用支配者一一检测。主任不同意，这样一来他们的业务就会受到影响。如果这件事有踏实的证据，他们当然会配合，但从现状来看，只能判断为事故。主任表示，要调查可以，只要他们先通过金产省办理业务计划的变更手续。这里是金产省管辖的国营企业，官府肯定要先保护自己的利益，不想因为不必要的麻烦降低工厂效率，只想尽快为认定事故做了断。虽然工厂内的扫描仪并没有探测到危险人物，但离线的扫描仪能测量的最多是色相判定显示出的精神压力倾向。如果要更加详细准确的分析，就需要使用西比拉系统，而且支配者可以针对西比拉系统中待处理的任务提出优先处理要求，只要枪口一对准，凶手就暴露无遗。但是在这座全封闭的电波暗室里，支配者无法联网，就不能获得西比拉系统的支援。而至于这个事故的真相，是个有经验的执行官都能看出来，绝对是谋杀，而且还是仇杀。晚上，执行官们到员工餐厅用餐，就正好遇见一群人正在进行职场霸凌，但主任却笑眯眯地表示不用管。缺乏娱乐的环境，总归要有这么一个角色供大家发泄。对方的心理测量值如果发现问题，马上就会进行转职处理。被凌霸者也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发挥作用，正是因为他适合这个差事，才被西比拉系统推荐到这里的，不是吗？深夜反讽主任，也就是说，能笑着和默许着一切发生的主任，也很适合当这里的负责人。深夜走过去，把被凌霸的人拉了起来。老爹把所有人的色相做了个分析，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所有员工中，总有一人的色相评估会一直恶化，而那些人无一例外的被转职处理。被转总的那些都是职场霸凌的受害者，但是1年内却并没有这样的人员调动。而在这期间，一直是同一个人作为被霸凌的对象，那就是他们在餐厅见到的男人金元。他的色相也一直很浑浊，最浑浊的时候是在死者死亡的前1天，而在死者死后，他的色相却在逐渐的清澈。除金元以外的职员都是以凌霸金元作为缓解压力的手段的。那金元的发泄方式呢？老爹认为金元就是凶手，但一夜却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生气的大骂老爹一顿，光靠间接证据导出的臆测无法采取行动。深夜表示这件事交给他，金元是不是有罪，他立刻就是找出确切的证据。当然被一夜反对了，阿朱赞成大家的意见，与其放过眼前的罪行，不如试一试深夜的计划。他觉得一夜有些不正常，是不是和老爹之间发生了什么？结果话一出口，一夜的脸色就变得更加难看。阿朱表示自己想要和执行官们更好的相处。一夜看着阿朱说他是愚者，不过好歹也同意了阿朱的行动。阿朱去问秀熙跟弥生，一夜和老爹之间发生了什么？两人一听他居然在一夜面前提这件事，都说他踩了大雷。警车上配备的通讯电缆只有200米，最多只能通到2楼的楼梯间。如果想要测试金元是否犯罪，只有深夜出动把他引出来。阿朱以为只是一场普通的谈话，没想到深夜直接把在卫生间吃饭的金元拽了出来，逼问之前发生的3起命案是不是都是他干的，还威胁要把他的事情公布到网上。金元吓坏了，扭头跑了出去。当然，深夜这么做也是为了判断金元到底敢不敢杀人。对方没有提前准备的时间，如果要杀了他，就会用和之前一样的手段。如果金元启动无人机，就代表他是真凶。而不出深夜所料，金元果然跑进车间，用硬盘启动了无人机，神情癫狂地追杀深夜和阿朱。阿朱觉得深夜太莽撞了，但深夜却越逃越兴奋，毕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想要找出真相，他们也必须赌上性命才行。金元将2人堵在了2楼，与此同时，弥生和秀星也带着支配者狂奔而来。秀星镇压住其中一台无人机，同时支配者启动，金元的犯罪指数高达200，深夜一强下去将人击倒，但无人机的行动仍没有停止。通过检测者威胁判定，支配者启动毁灭分解模式，光能炮瞬间将2台机器炸毁。深夜曾经说过想要成为刑警而非猎犬，但是他现在的眼神却宛如紧追猎物的野兽。阿朱看不透深夜，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和他相处，于是跑到网络上寻求一名名为塔利斯曼的虚拟小丑倾诉困惑。对方建议他要放下对深夜的先入观，然后再去看清楚真正的他。阿朱先去找了老爹，问他深夜是什么样的人。有人让他多理解深夜，有人就觉得他不要觉得深夜是个人。老爹一听就知道这话是一夜说的，确实保持不越界的关系对阿朱很重要，但所谓了
解慎也，就是和慎也一样看待事物和思考。如果阿朱做到了，那么他心理测量值就会变得和慎也一样。当你在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慎也凝视深渊太久，他所认定的唯一的正义只在黑暗的最深处。如果阿朱非要和慎也一起探索，他也没有立场阻拦。正说着，阿朱这边来了案子。今天是慎也和秀星当值，这是一起失踪案。管理公司在做家庭安全装置全范围检查时，发现这间屋子的厕所在2个月前就出现了故障，但屋主却一直没有投诉，所以管理公司觉得可疑就报了警。屋主叶山是在网络上以虚拟形象提供广告宣传服务的提供商，领取着高额的报酬，生活上并没有什么障碍，但是却这么神秘的失踪了。如果出了房间，街上的监视器就会有记录。在这个时代，不留一点痕迹出门是极其困难的。而且对方的银行账户取钱记录已经断了2个月，慎也和秀星都认为这个人已经死了。一野开启屋内的全息投影装置，发现沙发的位置发生了偏移，挪开沙发后发现地板上有一道深深的痕迹，然后慎也在墙角又发现了胶带的痕迹。慎也立即化身柯南进行推理，凶手首先将叶山用不见血的方式杀害，然后在房间铺上塑料薄膜，然后再将尸体分割成能被马桶的排水沟冲夺的小块。杀害阶段的抵抗让地板留下了痕迹，杀人犯有足够的胆识，但却没什么经验。这种程度的犯罪，如果老爹来，在踏入房间的瞬间就能发现真相，这就是猎犬的直觉。一野不爽的去调查下水道，秀星打开了叶山的电脑，发现了他使用过的虚拟形象，但阿朱却愣住了，因为这个名为塔利斯曼的小丑他今天早上才见过。之后他们在排水沟里发现了叶山尸体的碎片，但是仍有人在用叶山的虚拟形象在网上游荡。据说在叶山失踪前就一直半开玩笑的使用伪装 IP。 对于代替访问者路径的追踪，智恩正在尝试，对方通过一个可疑的代理服务器登录，并采取了防追查的手段。不过代替者应该还没发现自己已经被怀疑了，只要好好诱导，说不定就能让他暴露。阿朱和智也在虚拟世界跟踪塔利斯曼，进入了诡异的布吉的社区。一野让阿朱小心，这里的管理员是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布吉和塔利斯曼都是很有名的虚拟人物。一野让阿朱调查一下两人的活动记录，看看两人有没有频繁出入对方的社区。结果一扭头，阿朱突然不见了，只剩下一野一个钢镚愣在原地。阿朱被带到了布吉的聊天室，而对方居然知道他的身份。不仅如此，布吉还透露他和阿朱是同学，居然身份已经暴露，阿朱也就直接问了塔利斯曼这2个月里有没有不对劲的地方。没想到布吉却说2个月前的塔利斯曼更加奇怪，说话没有情商，还搞一些非常明显的赚钱营销活动，增加了不少黑粉。大家都说这种老套的形象要落寞了，但是到今天为止，非但没有落魄，反而更加的有人气。要知道虚拟形象一旦开始走下坡路，想要重聚人气还是很困难的。阿朱不能和布吉透露案情，只告诉他要找到登录塔利斯曼账号的人。没想到布吉爽快的同意帮忙，宣布4号也在6本木举行线下聚会，向塔利斯曼发起挑战。所谓的线下聚会，就是大家用虚拟网站一样的形象，把自己全身包裹在现实中进行聚会。塔利斯曼如果不去的话，人气会一落千丈。无论是谁代替叶山假扮塔利斯曼，这么费心的维持交友社区，就一定会扮成塔利斯曼参加聚会。到时候他们只要检测出执行级别对象的犯罪系数，就能实施抓捕。很快，一行人赶到了聚会现场，这里完全就是一个大型的 cos 集会现场，根本分不清谁是谁。慎也很疑惑，这么多人挤在狭窄的空间里，不会觉得不安吗？这里是挨上一刀就会没命的现实世界，这些人连自己身边的人都不知道，还这么嗨。阿朱脱口而出，就是因为这种想法，慎也的色相才会浑浊。很快，塔利斯曼入场，但是距离太远无法开枪，于是阿朱换好虚拟形象接近目标，但没想到塔利斯曼居然还有后援。阿朱一入场就被检测到了公安身份，他还没接触到塔利斯曼，大厅里突然响起一阵刺耳的音效，再一看，所有虚拟形象都变成了塔利斯曼。没办法，慎也和老爹只能强行入场镇压，结果导致现场一片混乱。真正的塔利斯曼趁机逃走，布吉主办的线下聚会出了问题，塔利斯曼立即跑到布吉的交友社区问罪。标榜无政府主义的布吉居然也会成为体制内的爪牙，他已经没资格成为大家爱戴的布吉了。布吉气得下线要把塔利斯曼拉黑，就没想到一个眼镜男突然出现在他身后，活生生将他掐死了。而眼镜男同样也是杀害叶山盗用塔利斯曼虚拟形象的真凶。在一名白发男人的指使下，眼镜男像处理叶山尸体一样将布吉残忍分尸，从今往后布吉的形象也就由他扮演。布吉惨遭凶手杀害，阿朱对此毫不知情，继续上线请求布吉的帮助，但却被毫不留情的赶走了。明知自己已经暴露，凶手却仍旧用着塔利斯曼的皮在网上活动。对方就算是个偷税逾越犯也不是傻子，预测自己会暴露后改了全场的虚拟形象，如果没有事前准备根本办不到。也很生气，觉得这是对他们公安的挑衅，让知人追查塔利斯曼的访问记录。慎也则认为对方不会轻易露出破绽，他这里有一条在意的线索可以进行追查。老爹对这种虚拟形象还是不太能理解。阿朱解释
着网络就像做菜用的刀和写字的纸一样，并无好坏之分，因为存在，所以他们接受并使用。老爹和阿朱谈起了哲学家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两个猎人在森林中狩猎，他们是分别猎杀兔子，还是齐心协力捕捉更大的猎物？明显第二种是更加正确的判断。这就是人类的社会性。这世界的所有交流工具都是为了强化社会性而存在的。网络上也有这样的性质吗？通过反复观看布吉的录像，慎爷终于发现了问题。上一次见面的时候，他称呼他们为公安，但这一次却是警察。慎爷找了所有记录，发现布吉的过去几乎没有用过警察这个词，说明今天早上和阿朱对话的已经不是布吉了。他们追查的是冒用别人虚拟形象的杀人犯，这其中意味着什么？想必他们都知道。与此同时，也找到了犯罪操纵塔利斯曼的线下地址，但那只是被提前布置好的陷阱，只要有人进入房间就会触发爆炸。还好几人撤得及时，只有一爷受了点伤。只是慎爷打来电话，又有一人死亡了。慎爷找到了布吉皮下监员的家，在下水道发现了碎尸，死法和叶山一样，而他的虚拟形象仍旧在网络上活动。推测死亡时间是今天凌晨，应该是线下聚会之后就遇害了。对于监员的死，阿朱很愧疚，觉得都是他把对方卷了进来。慎爷也问阿朱，把监员当作诱饵，强迫他帮忙，或者将他的情报泄露了吗？既然都没有，那他有什么过错？如果他们昨晚能抓住凶手，监员就不会死了。这是他们所有人的过错，现在只用想如何履行职责就好。众人回到分析室，继续拟定作战计划。支援发现一名82岁的老爷爷账号在虚拟社区出现，对方表示是给他的孙子挂名，但是他的孙子熊一早在半年前就去世了，而在他死后，他的虚拟形象仍旧在活动，也就是说，在网络上出现了多个幽灵形象。先不说他操控多个虚拟形象的能力，这演技就够绝的了。那些被侵占的虚拟形象，别说穿帮，甚至比本人使用时更加受欢迎。明明有成千上万的用户，居然没人察觉出他们是假的，或者说这种东西本来就没有真假之分。网络上的偶像并非都仅靠自己的力量得到如今的地位，他们被粉丝的幻想捧上台，真实本性和真实身份以及作为偶像的理想形象并不相等。比起本人，倒不如说粉丝更能演绎出被期待的偶像。也就是说，凶手很有可能是这些虚拟形象的粉丝，能够完全熟知角色并模仿，而且还热衷于粉丝活动的人就是他们的目标。慎也让知人筛选出塔利斯曼交友社区常客滞留时间表格，当时因为塔利斯曼凭借下降而数据暴跌，不过以2个月前的一天作为节点又迅速恢复。就是在这一天，叶山被杀，塔利斯曼形象被篡夺，他们需要寻找的就是在这之后突然中断访问的人，因为一旦篡夺了虚拟人物，就没必要作为粉丝去访问他的交友网站了。通过对熊一和布吉的访问数据里轨迹相同的用户对比，目标人物很快被锁定，在虚拟运动运营公司工作的玉堂，而他最后一次色相检测是在4年前，之后甚至没有被街头扫描仪扫到过。从日常躲避装有扫描仪的场所来看，这个人绝对有问题。通过追查玉堂的访问记录，发现对方在几分钟前刚刚在一家酒店登陆过。一夜立刻下令兵分2路，阿朱带深野和老爹去酒店，他和秀星弥生去玉堂家，老爹随身带着一瓶酒，说这是对付违法全息投影的最好方法。3人闯入酒店房间，玉堂果然就在里面，他篡改了全息家具的布局，让警察陷入混乱，趁机逃走，被扭曲的全息投影挡住，深野也完全无法瞄准。这时老爹的酒就起了作用，配合打火机到处喷火，触发消防喷头，让全息投影失效。玉堂这个二五仔居然没有趁机逃跑，一看全息被破解，这才傻眼跑路。检测到身后的犯罪指数高达300多，支配者开启终极清除模式，玉堂也被慎野打爆了一条手臂，踉跄着逃回了自己家，放出了被他侵占的虚拟形象。对他这个重度宅男来说，虚拟人物才是最真实的存在，他会拼尽全力守护这份崇高，绝不允许任何人玷污。但就在这时，虚拟人物突然被白发男操控，他想要熟知所有虚拟人物形象，并能完美模仿玉堂本人的个性，所以他给玉堂找了个帮手，却发现他也不过如此。能够模仿所有人的他，结果连谁都不是，他是空洞虚无的，没有自己的面孔。随后精神陷入崩溃的玉堂被赶来的一野直接开枪射杀。一野夸赞阿朱这次做得很好，虽然这次犯人是慎野找出来的，执行官和罪犯有着一样的心理倾向，所以才能预测犯人的思维方式。被慎野鼓励和帮助的阿朱不认为慎野和玉堂是一种人，检察官和执行官划清界限，其实是用一野的血得出的教训。他曾经犯过错，失去了他的搭档，不希望阿朱也重蹈覆辙。一野将慎野的档案发给了阿朱，阿朱惊讶地发现慎野居然是原监察官，在公安局广域重要指定案件102的搜查中，犯罪系数急速上升。由于优先任务未接受治疗，导致犯罪系数超过规定值，后降为执行官。一野去找局长汇报近况，夸赞阿朱是个好苗子。检察官的任务非常艰巨，既要对付罪犯，还要面对精神扭曲的执行者。局长让一野小心，千万不要重蹈他父亲的覆辙。英双女子学院正在进行莎士比亚第12页的鉴赏，但双马尾少女伟哥却在课上和人摸鱼聊天，还露出了少女怀春的笑容。阿朱去找了秀星，想要知道关于慎野的事。在秀星被录用的时候，慎野已经被降职了，只听说是慎野的一个执行官部下佐佐山在追击犯人的途中被杀，手段极其残忍。之后慎野的犯罪系数突然飙升，案子也成了无头案。慎野到现在似乎还在调查。阿朱又去问了智恩，那个
个案件被称为标本事件，所有经历过的人都印象深刻。那是用生物塑化技术制作的猎奇杀人案，凶手用树脂将切成一块块的尸体浸泡后做成标本，然后摆到豪华大街的全息灯饰背后。行人以为自己看到的是环境的全息投影，却没想到背后隐藏着可怕的尸体。发现真相后，区域压力指数直接飙升4级。因为手法专业，当时所有的调查方向都集中于医药领域的专家身上。在这过程中，慎野手下的执行官佐佐山牺牲。结果之后，在调查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事件中，从一个高中教师藤间的公寓里搜出了生物塑化用的树脂。藤间失踪之后，犯罪就停止了，大家都认定藤间是凶手，但由于缺乏直接的证据，而且树脂是如何调配的也不得而知，到现在仍旧是个无头案。阿朱很心累，和闺蜜约会时疲惫都写在脸上，结果饭还没吃几口，又被一个紧急工作叫了回去。英双学院有一个女生失踪了，老师都被下了封口令，听说是为了不让学生感到不安。这个学校就是把多愁善感的青春期少女从社会隔离开，采用心理测量值不被污染的温室栽培法当做自己的卖点。美嘉正在和好友加贺讲学校里的怪谈，学院偶像亡灵梨花子走进了食堂，她长得非常漂亮，人也聪明，大家都很喜欢她。但美嘉却觉得梨花子有点吓人，对方的眼神很空洞。没想到话刚出口，梨花子就停在他们面前，邀请他们加入由他担任部长的美术社。放学之后，伟哥去见了梨花子，伟哥在被他的继父性骚扰，他不敢和妈妈说，心理状态非常的差。梨花子将他抱在怀里安慰，继续聊起了莎士比亚的话题。一野正在审讯金元，问他到底是从哪里得来了用来杀人的装置。金元拿到的无人机安全解除器和玉堂的全息投影篡改系统，可以确定来自同一个人。他们2个人之所以能实施犯罪，是因为得到了计算机犯罪专家的援助。但金元坚称自己是在某一天收到了快递寄来的装置，他根本不知道对方是谁。慎野认为凶手是将杀意和手段凑在一起，重新制造犯罪。慎野来到档案室翻找档案，他坚信这件事绝对和标本事件有关，有人在给无法消解杀意的人提供执行手段，从而把他们变成真正的杀人犯。一野认为慎野太冲动，当时的树脂作案，而现在是电脑软件，明显是完全不同的2个领域。但慎野却说，技术员和中间人另有其人，有人在企图杀人的人和制作工具间的人牵线搭桥，那个人一定就是幕后黑手。佐佐山功败垂成，他努力了整整3年，就是为了找出真凶。第2天一早，保洁局发现中央喷泉塔的全息投影出了故障，停止了喷泉的投影。保洁发现喷泉的位置出现了一具非常诡异的人体塑像，而在梨花子身后，那个神秘的白发男再次出现。这个女生是个变态，她将少女残忍杀害，做成扭曲的人体艺术摆放在广场上。她的父亲王林劳是一个植物人，既不表达也不会思考，就像空壳一样活着。警察接到报案，在中央喷泉里发现了一具女性尸体，大家一下子都想到了3年前的尸体标本案。一野害怕慎野居于成见，没让他参与这场搜查，并让阿朱把人看好。死者名为葛原，是英双女子学院的学生，已经失踪1周了，而这座学院正是标本事件嫌疑人藤间所就职的地方。尸体经过特殊药物浸泡，蛋白质变性成了塑胶状的物质，分析表明和3年前案件中使用的药物相同，是同一犯人的可能性很高。一野不让慎野参与进来，他觉得那些线索不过是慎野的妄想。无所事事的慎野在训练室疯狂的殴打拳击机器人，即使配备了支配者这么强大的武器，慎野仍旧坚持锻炼。他要铭记，杀死对手的不是支配者，而是他自己。阿朱为他擅自调查标本事件向慎野道歉，慎野自然不会生气，与其气自己的部下被杀，过了3年仍未找到真凶，他更气的是没用的自己在背后操纵着一切的真凶，他一点线索都没有查到，这次还被排除在了调查之外。不过慎野不担心这个，他有让他们回去参与调查的理由。阿朱问他佐佐木是个什么样的人，慎野直言不讳，是个好色又脾气暴躁的混蛋，但却有着真性情，不该落到那种下场。佐佐木的尸体被放在全息投影的彩灯下，上面是药品公司的广告，安全的压力护理，通往没有痛苦的世界。而佐佐木是活着的时候被活生生肢解的，犯人仿佛在说人生充满了痛苦。当时的慎野也萌生出了让凶手体验同样痛苦的想法，同时他作为监视官的生涯也就结束了。他不后悔自己做过的事，但问题是案件并没有解决，而那位幕后凶手的线索只有一张佐佐山拍摄的模糊照片。葛原尸体被发现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学院，加贺美很担心，因为他的好友伟哥从昨天就没有来学校，而且还有另一个女生也失踪了。美嘉让加贺美去找梨花子问问，伟哥对梨花子非常狂热，说不定知道些什么。而此时的伟哥已经惨死在了梨花子的床上。梨花子非常尊敬自己的父亲，觉得父亲的画作是在启蒙大众，正因为如此，他无法容忍父亲中途放弃自己的职责。昨晚父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梨花子并不感到悲伤，因为他会继承父亲的职责。王林劳死于正面压力缺乏性脑梗。过去的人们会用适度的压力激发免疫系统，是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的所在，但心理测量诊断常规化麻痹了人们对压力的感觉，之后就出现了无法以正常认知刺激的患者，因为过度缓解压力而导致自律神经丧失功能，无法维持生命体征，最后因为心力衰竭而亡。人类太过爱惜自己，作为物种
反而退化。尽管现在医疗体制这么发达，统计数据显示的平均寿命反而有缩短的倾向。在这个时代里，能成为生命意义的东西全部都枯萎殆尽了，没有人会认真谈论生命的理想状态。王玲珑是一个天才，擅长以少女的身体为主题描绘残暴且逼真的噩梦，认为人类只有通过认识心理的阴暗面与内心潜在的残暴，才能培养出约束他的良知、理性以及善意，并将自己的创作活动定义为该系列的启蒙运动。但是心理测量判定的普及彻底终结了他赋予自己的使命，人类无需自律，而是依靠机器测量保持心理健康。他的理想得以实现，人人看上去身心健全，但是他的人生也就变得毫无价值。在内心和矛盾的斗争中，老一开始沉溺于各种先进的技术和减压治疗，最后的结果就是成了活死人。他被科技杀死了才能，被社会杀死了灵魂。对于崇拜父亲的梨花子来说，这个结果他无法接受。为了给父亲报仇，梨花子开始向社会宣泄不满，而在背后为他提供助力的正是那个神秘的白发男真岛。深夜，梨花子带着伟哥的尸体来到地下室，白发男的助手小崔已经等在这里了。浸泡尸体的药水，小崔说是之前狂欢节的剩余。真岛的身边总会聚集一些把才能用错地方的天才，小崔也是一样，他觉得和真岛在一起就能回归痛心，对方总会用各种恶作剧让世界震惊。他们准备玩具，而像梨花子这样的人用玩具震惊世界。很快，第二具尸体被发现，加贺美找梨花子询问他伟哥的事。梨花子正在创作以伟哥为原型的画作，他电晕了加贺美，将他绑到了自己的作案现场。伟哥已经被北欧肢解浸泡在了药水里，而下一个受害者就是加贺美。两名学生连续死亡，学校的警备也越发严密，加上藤间曾是这里的老师，公安的搜查重点自然会落到这所学校。真岛问梨花子为什么要选择同校的女生作为目标，贞洁贤、高贵文雅、失落的传统美德，这就是学院一直在主张的教育理念，不强求男性，只要求女性优先拥有的品格。刻上这些印记之后，他们就会被打上深闺淑女的标签出售，然后作为贤妻良母这种古典家具被有需求的显赫以结婚的名义购买。这所学校里的所有学生都是用来加工成为淑女这种工艺品的素材，都是等待着打磨然后成型的原石。这是多么悲凉而且无趣的人生。所以梨花子想要他们用其他的方式绽放。一野带人搜查了学生宿舍，并没有发现异常，不管是教学楼还是宿舍都戒备森严。真的有办法把被害人带出去吗？这所学校创建了100年，不停的东拆西建，建筑图纸也是乱七八糟的，或许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密道也说不定。杀人现场和犯罪的隐匿点都有可能在这所学校里。真还是把案件情报发给了慎野，慎野并没有因为愤怒冲昏头脑，虽然作案用的树脂一样，但他认为这2起案件并非一人所为。3年前的那起案件的受害者之一是贪污受贿的议员，有提交虚假犯罪系数报告的嫌疑，并拒绝2次检测。面对媒体和野党的追问，他只用自己不记得了搪塞，然后人们就见到了他的尸体，头盖骨被整齐的切开，脑部被完全掏空，而对记忆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大脑组成部分海马体插在他的肛门里。虽然佐佐山被害的方式也是这样，但那时的犯人总喜欢在杀人方式或者对尸体的处理方式上表达出某种黑色幽默。4名被害者的尸体被发现的地点分别是彩灯全息投影的背面、高级料理店、动物园和明星演唱会舞台的正上方，但这次事件却连续2次都选在公园，都没有感受到扭曲的黑色幽默或者信息传达性，看上去像是美丽又邪恶的艺术品，不过总感觉缺乏一些独创性。用了如此麻烦的杀人手法，犯人想表达的主题却不明显。这次的犯人和藤间处理尸体的风格完全不同，通过西比拉系统判定，这次的犯人应该属于高收入群体，但却非常年轻，或者说他的精神年龄很低。从尸体上性侮辱要素极少这一点可以推断出，犯人儿童时期并未受到过虐待。说着，慎野就向阿朱申请外出许可。这是一座关押犯罪系数超过300的潜在犯监狱，戒备非常森严，一旦发生紧急事件，通风口就会被立刻放出毒气，就算逃出去了，也会立刻被支配者处刑。慎野这次来见的是一个把全身画满人体彩绘的疯狂艺术家，这种事果然还得问专业人士。看了现场照片之后，对方一眼就认出了这是亡灵劳役的风格，还拿出了收藏的画给他们对比。而阿朱也在学生档案里发现了梨花子的存在。慎野闯进学校美术教，二话不说掏出支配者对准梨花子，对方的心理测量值高达470，支配者迅速启动终极清除模式，但慎野却被老师阻挡，没能顺利开枪。而梨花子趁机逃脱，被女中小崔救下。已经确定了犯人就在学校，公安立刻下令封锁学校。凑上来的美嘉看到了梨花子未完成的作品，上面的画正是伟哥和加贺美。虽然这所学校对出入安全管理异常严格，一旦在里面玩起捉迷藏，安防系统就漏洞百出。慎野拜托弥生把监控里拍到的梨花子部分单独整理。一野问慎野是怎么知道亡灵劳役的，阿朱当然不能说他们去见了潜在犯，赶紧解释是犯罪推理。一野这才明白，慎野早就看出这2次的事件不是藤间所为，这次犯人只是选择了引人注目的地方作为陈列尸体的地点，如果是藤间，绝不可能2次都选在公园。很快图像检索完毕，梨花子社交广阔，总是被人热闹的围着，
宿舍后的垃圾处理设施摄像头拍到了他出入地下室的照片，一行人立即赶过去，果然在那里发现了梨花子完成却没来得及展示的作品。而通过监控观察着一切幕后黑手的真岛对慎也燃起了浓厚的兴趣。再次发现尸体的事情很快传遍了学校，美嘉看着2个好友的尸体被搬出，几乎崩溃。是他让加贺美去找的梨花子商量，就像是他亲手杀了好友一样。虽然犯人和尸体都已经找到，但慎也仍旧觉得这件事另有隐情。梨花子的逃跑路线和地下室的设备根本不是他一个女高中生能办到的。突然，关于梨花子的拍摄数据被集中销毁，慎也只修复了一段破损的音频，里面梨花子叫出了真岛的名字。梨花子根据小崔提供的逃跑路线来到了一处废弃的地下通道。这时真岛打来电话，问他有没有意识到为什么让他失望了。梨花子一头雾水，既然没有意识到，真岛就知道他已经不能有更进一步的成长了。这时梨花子惊悚地发现手机没了信号，2只鸡雀犬对他穷追不舍。逃跑过程中，他被捕兽夹夹住，动弹不得。梨花子挣扎着想要给父亲打电话，但很快结束他性命的人来到了他的面前。梨花子嘲讽对方总有一天也会被真岛厌倦，却被一枪轰掉了脑袋。梨花子是供人玩乐的猎物，而他则是狩猎的猎人，毫不留情地处理了梨花子。而真岛的下一个目标正是慎也。在少女雕塑事件中，幕后黑手终于渐渐浮出水面，一个叫真岛的神秘人成了他们的最新线索。一野向慎也道歉，是他在感情用事，那个幕后黑手不是慎也的妄想。慎也当然不会因为这种事生气，反倒是因为真凶的出现感到前所未有的兴奋。阿朱在家里给自己搭配衣服，智能管家小肘一拍，恍然大悟，是要去约会对吧？要不要准备点礼物呀？阿朱红着脸反驳，让管家赶紧删除记忆，他是要去接慎也一起出门的。新闻里正在播报关于全身机械化改造先驱帝都网络建设会长全宫四丰久的采访，而他正是和真岛合作猎杀梨花子的那个变态。医疗用的机械化改造技术已经完全融入日常生活，但是像全宫四这样除了大脑和神经系统以外的全身机械化改造的仍然不多见。全宫四倒是觉得其他人不尽快抛弃不自由的肉体想法不可思议，肉体是灵魂的牢狱，克服衰老之后他人生乐趣越来越多，这种幸福没有接受机械化改造的人是不会明白的。主持人提出，就算拥有最新技术，人脑的寿命也只能维持到150岁，脑部的完全机械化还有很多未攻克的难题。全公司表示他的大脑还有足够的时间等待，而一旦有所突破，永生的时代就会到来。阿朱问慎也怎么看待机械化的长生不老，慎也没兴趣，他可不想今后的人生都作为潜在犯活着。阿朱觉得等到社会更加发达，潜在犯的权利也会有所改善。慎也这一下知道为什么阿朱的心理测量值不容易浑浊了。据调查显示，大多数人都抵触自己全身超过50%的机械化。全公司说这只是程度问题，他用主持人举例说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机械化改造人，虽然没有假肢和移动器官，但是他带着移动数据终端以及换装设备、智能家具和人工智能秘书。如果这些数据因为灾害和事故全部丢失，那么他在恢复数据之前什么工作都做不了。对他来说，移动终端已经是他的第二大脑了，这难道不是机械化改造的表现吗？主持人无法反驳，科学的历史就是人类身体机能的扩展，换言之就是人类机械化的历史，所以他说这只是程度问题。阿朱和慎也也来到了一处山间别墅，这里住着杂贺教授，是临床心理学的专家，曾帮助公安做过精神鉴定和犯罪搜查。刚见阿朱的第一面，他就把阿朱的人物性格和家庭背景推理得清清楚楚。慎也这次来是希望杂贺那个阿朱做一次短期的集中授课。阿朱最近对犯罪推理很感兴趣，而他想看看迄今为止杂贺的学生名册，不是以警察的身份，而是他的个人请求。慎也要找的是西比拉系统诞生以来最恶劣的罪犯，水准极高的高智商罪犯，身体也很强健，有着独特的领袖特质，很少亲自动手，而是通过支配别人施加影响，就像指挥音乐一样不断实施犯罪。领袖气质有3个要素：英雄特质和预言者特质。跟他在一起就感到很舒服的简单空间控场能力，以及拥有对任何事物都能施以雄辩的才能。他在寻找的是哪一类？慎也回答是全部。一野在英双学院老师搜查这条线上进行的并不顺利，真岛利用一名养老院的老人资料伪造了入职履历，根本无从查起，影像资料全被破坏，人像和组合模拟画像的尝试也都失败，到头来唯一的线索也只有佐佐山拍摄的那张模糊照片了。从杂贺家回来，阿朱受益良多，这么厉害的老师居然没有被归档在公安局的数据库里。深夜却说杂贺的经历是不可能被归档的，在西比拉系统和大学制度共存的时候，杂贺为公安局的搜查开设了特别课程，但是后来却发现了部分学生的色相变得浑浊，犯罪系数也上升了。犯罪学就像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暗沼泽，为了调查它，就只有跳进去。杂贺已经习惯了深潜，但并不是所有学生都能在潜入后安全回来。阿朱认为深也是能潜到很深的地方而且安全回来的人，不过西比拉系统却做出了他无法回来的判断。人类是无论如何猎杀都不会灭绝的动物，全公司是一个变态的狩猎狂热者。杀死梨花子之后，他用对方的骨头做了一套烟斗，克服肉体衰老之后还不满足，他只有在杀死其他人类的时候才能感受
受到生命的鲜活，手里的猎物越是难以应付，就越能得到鲜活的青春。见全公司有如此兴趣，真岛给他推荐了一个新猎物，那就是慎野。全公司提醒他自己不会活捉，真岛真的舍得吗？因为真岛提起慎野的时候，看得出非常开心。阿朱和慎野回到公安局，去证名册并没有什么发现。得知慎野带阿朱去见了杂贺，也非常生气，质问他是不是想阿朱变成和他一样的潜在犯，还痛斥阿朱是个分不清情况的小鬼。监视官和执行官的区分，就是为了回避正常人因为调查犯罪是心理色狼之变浑浊的风险。正是因为有无法回归社会潜在犯当挡箭牌，检察官才能保证身心健康履行职责。他难道要亲手断送自己的前途吗？阿朱反驳，这根本不是团队合作，难道保护自己的心理测量值比阻止罪犯还要重要？他的确是个新人，但在职位上他和一野平级，他可以管理好自己的色相，一野没有资格质疑他的能力和他的执行官。阿朱难得发一次飙，气呼呼的就要找局长告状，老爹把人拦下来，他告诉阿朱，一野的父亲是个潜在犯，他小时候西比拉系统刚刚投入使用不久，世人对潜在犯充满了误解，只要一人是潜在犯，全家都会被当作同类，可想而知一野承受了多少痛苦。警察一旦过于投入案件，就会被西比拉系统打上和罪犯同样的标签，罪犯也好，警察也罢，他们都在同样直面罪行。在执行官这种职位没设立以前，很多警察都被诊断为潜在犯，一野的父亲是其中之一，慎野也是一样的，背负着被搭档和父亲背叛的经历，所以他无法原谅以身犯险的阿朱。如果阿朱的心理色相变浑浊了，他的家人也要背负一样的痛苦。正是为了阻止这种事情发生，才有了他们执行官。当然慎野以前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现在他的眼里除了真岛什么都放不下了。凌晨3点，阿朱收到了好友有纪发来的短信，说有关案件的事情要找他当面说，让阿朱下午3点到约定的地点等。之后阿朱就一直联系不上有纪，对方也不在家里，阿朱很担心，于是叫上了慎野帮忙。两人来到约定地点，这里是一处废弃街区，慎野一看就知道是陷阱，阿朱明显被人盯上了。顺着脚印，慎野表示自己先下去探探情况，如果出了问题就让阿朱去通知局里申请支援。慎野拿着电棍和手电筒前往地下，让阿朱负责地图导航，但是慎野走着走着居然走出了地图范围，这里似乎是一处废弃的地铁，停着一辆老旧的列车。然而慎野刚刚爬上车查看，列车突然启动并急速驶离，同时大量水涌出淹没了地下，慎野只好进入车厢查看，而有纪就被绑在这里。阿朱很快呼叫了支援，然而地下被工业污水浸泡，根本无法进入。慎野离开地图范围走到更深处，可能是因为这一带几经开发，地图数据有所缺失，但叶却认为这是慎野企图逃跑而使用的障眼法。阿朱很生气，老爹赶紧打查问知不知道慎野去了哪个方向。阿朱回忆慎野突然以很快的速度笔直向前，应该是乘坐了交通工具。而弥生调查发现，这里还真有一条60年前停运的地铁线路。慎野给有纪松了绑，对方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就像日常一样回家睡觉，再睁开眼就到了这儿。那条短信也不是他发的，很明显他只是为了引出阿朱的诱饵。但慎野很快反应过来，敌人从一开始就推断有人会代替阿朱进入地铁，也就是说被盯上的猎物不是阿朱而是他。很快地铁停了下来，大门自动打开，隧道里没有信号，一扇门敞开着。慎野一扭头，一只巨大的机械犬就朝他们扑来，慎野只能紧紧关上门，带着有纪向下跑。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处巨大的废弃工厂，这正是全公司为慎野准备的狩猎场。他让真岛也参与一下捕猎，但真岛只对这里发生的事件本身感兴趣，用旁观者的视角来欣赏是最有趣的。很快慎野发现了装着水瓶和荧光棒的包裹，在这种黑暗的地方，手电筒会让他们成为移动的火把，荧光棒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还能用来标记路线。一想到阿朱居然在做这么危险的工作，有纪后悔当初没能认真听他讲话。慎野觉得阿朱是怀有信念的，是这个世界真正需要的人。有纪说阿朱从小是个不可思议的孩子，无论什么样的争执，只要他介入就会顺利的解决，心理测量之也一直非常清澈。他这才反应过来，原来把阿朱说的一直折腾他的部下就是慎野。慎野突然拦住有纪，前方被布置了陷阱，有纪发现了个刚才一样的包，跑过去拿，慎野没来得及阻止就触动了机关，这些狗突然冲出来追杀他们，而全攻手也亲自加入了狩猎之中。匆忙带着有纪躲起来的慎野终于明白怎么回事了，这是一场狩猎游戏，机械狗是警犬，玩家是猎人，而他们就是猎物。刚才有纪发现的包里装着一个便携式对讲机，可以在无信号的环境下通信，但是缺少电池和天线。慎野让有纪躲在这里，他想办法解决掉一只猎犬，要不然他们迟早会被包围。慎野主动现身，也有2只机械犬攻击自己，他骑到红狗背上，将电棍插入关节，并将其引入捕猎陷阱。红狗被砸烂，慎野抢走狗背上粘贴的东西，迅速带有纪离开。果不其然，这东西是带来电池的通讯器，现在就剩下天线了。全公司察觉到了不对，问真岛是不是有什么瞒着他。真岛表示，人在直面恐惧的时候，灵魂也在经历着考验，人的本性往往会暴露无遗。不仅是慎野，他对全公司也很感兴趣。面对不可预料的事态，出乎意料的发展，他也将直面自己的本性。这种兴奋和刺激，不就是他所追求的吗？慎野也在思考敌人绑架有纪的真正目的。如果是为了引出代替阿朱来寻人的他，那有纪的使命倒
发完短信就结束了，但是对方却把有纪拖上了地铁。有纪沮丧的以为自己的拖后腿，平白无故被卷入这种地方，他的心情很崩溃。但慎也很快意识到，这场狩猎他被暗示了能赢的可能，自己正在被考验，看他会不会抛弃有纪，而有纪就是成败的关键。想到这里，慎也马上让有纪脱衣服，当然不是他兽性大发想做什么。很快，慎也就在有纪的内衣里发现了对讲机的天线，同时公安找到了慎也附近，但是由于有很强的干扰信号而无法定位。一也下令对区域进行地毯式搜索，发现慎也之后，立即使用支配者判断他的意图。如果慎也心中无愧，犯罪系数就不会变化，麻醉模式就可以解决。但如果他想要逃跑，终极清除模式就会启动。当然，如果慎也死了，阿朱就要负起监管不力的责任，是因为他的无能让慎也丢了命。老爹看不下去了，一把拎起一也把他扔了出去，让他适可而止。而就在这时，慎也打来了电话，提供了所在地点和没有叛变的消息。一也二话不说，出动所有无人机，无论如何都要把支配者送到慎也手里。著名的企业家背地里其实是个变态，喜欢用猎枪狩猎人类的快感。慎也为了救阿朱的闺蜜而身陷险境，收到联络之后，一也立刻带人冲下地铁。阿朱和老爹去支援慎也，他带着秀星和民生去摧毁干扰电波的信号源。虽然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他们还是第一次听到慎也这种语气，想必是已经被逼到走投无路了。而事实也确实如此，慎也一边保护有纪，一边躲避全公司的追捕。很快，搭载支配者的无人机闯入狩猎现场，锁定了慎也的所在地。慎也赶在无人机被机器狗毁坏之前拿到了支配者，开启毁灭模式，一枪解决了最后一只狗，但他的位置也被全公司发现。慎也负了伤，认出全公司所持的武器是双筒式猎枪，干扰信号源被秀星摧毁。很快，公安的主力部队就会赶到。真岛提醒全公司已经没有时间了，但是全公司却不肯放弃。他年轻的时候在工地遭遇过游击队的袭击，身边的同事被击中，他被刺进的血沫从头到脚淋了一身，但是他却并不感到害怕，相反的非常兴奋，从没有哪个瞬间像那一刻一样让他如此的强烈感觉到活着。而此刻他又有了当时那种感觉，他的机械心脏仿佛又重新活了一样。即便现在已经不是狩猎了，他也不会逃走，他只想和那个男人进行1对1的决斗。双方在这座狩猎场上展开激烈的追逐战，支配者击碎了全公司一条手臂，而慎也的腹部也被开了个洞。全公司顺着慎也滴入的血迹一路追踪，突然一只油桶滚落斜坡，而血迹一路顺着斜坡消失在油桶背后。全公司身拳在握，提着猎枪悄无声息地靠近。然而他将枪对准目标后，却发现躲在那里的不是慎也，而是有纪。趁着这一迟疑的间隙，慎也从刚刚滚落的油桶里钻出，支配者毁灭模式一枪正中全公司，但慎也的身体也已经到了极限。有纪秒变小迷妹跑过来安慰他，但就是慎也意识模糊的几秒钟，真岛突然出现绑走了有纪。慎也想要去追，但身体却完全无法动弹。阿朱和老爹赶到现场，顺着血迹找到了昏迷的慎也。慎也挣扎着告诉阿朱有人带走了有纪，留下老爹给慎也做应急处理。阿朱自己提枪追了上去，一夜的直觉告诉他这个地方绝对不简单，可能已经死了上百人了。秀星觉得这里像是对战游戏的舞台，也就是说有人在把杀人当作游戏。一野收到老爹的通知，让他们尽快赶来，这场杀人游戏还没有结束。老爹暂时给慎也做了应急处理，然后准备去支援阿朱。慎也不过重伤，挣扎着也要去，被老爹一个头锤到脑瓜子嗡嗡响，你都快死了还折腾什么折腾？正巧一野赶到，老爹把慎也交给他们照顾后匆匆离开。几人在地上发现一段机械残骸，通过扫描之后，弥生惊讶地发现死者居然是有名的企业家全公司。阿朱很快就追上了真岛，掏出支配者威胁他缴械投降，但真岛的犯罪系数就只有79，系数不过100，支配者无法启动，扳机自动锁定。真岛非常镇定的和阿朱打招呼，一听绑架犯居然就是真岛，阿朱立刻要求以多项重大犯罪嫌疑的罪名将其逮捕。真岛却反问他，多项指的到底是什么？是玉堂的虚拟形象杀手，还是梨花子的人体艺术？他认为只有基于自身意志的行为才是最有价值的，所以他询问形形色色的人们，挖掘出被隐匿的自身意志，然后观察他们的行动。定义罪犯的依据是什么？是支配者还是西比拉系统？阿朱再次将支配者对准真岛，奇怪的是他明明正在犯罪，犯罪系数就不增反降，扳机被锁，他根本无法开枪。这个结果在真岛的预料之中，通过分析音流扫描读取出声音立场来揭示人的心理状态。科学的智慧终于能剖析出灵魂的秘密，但这个判定中却并没有人的意识去介入，所以他们到底是以什么基准来区分善与恶的呢？真岛说他想要看到人类灵魂的光芒，想亲眼确认它的价值，而完全不审视自身的意志，一味听从西比拉系统的人类，他们是否有这种价值呢？真岛把手里的猎枪扔给阿朱，将有纪靠在栏杆上，现在他就要杀了有纪，如果想要阻止他，就扔掉支配者，捡起猎枪对着他扣动扳机。
真岛一刀划伤了有纪，但他的犯罪系数仍在不断走低。阿朱迷茫了，真岛明明在杀人，为什么西比拉系统却判定他无罪？真岛从小时候起，他的色相就一直是纯白的，支配者无法量化他的罪行，能审判他的只有凭借自我意志成为杀人犯的人。阿朱捡起了猎枪，勒令真岛立即放了阿朱。真岛完全不在乎自己的生命，如果阿朱能凭借自我意志杀了他，也是个有价值的结果。是不是从实质上感受到了生命的重量？这是西别拉系统的傀儡所体会不到的决断和意志的重量。无法做出决策的人，或欲望过大，或觉悟不足。真岛让阿朱抱着必杀的决心瞄准他，阿朱退缩了，他不敢杀人，忽然开了2枪后把猎枪扔在地上，似乎只有支配者才是他唯一的依靠。真岛对他很失望，作为惩罚，他毫不犹豫地割开了有纪的喉咙。而在杀人的那一刻，他的犯罪系数降为0。阿朱眼睁睁看着好友在面前惨死，老爹只听到一声凄厉的尖叫。等他赶到现场，只看见了已死的有纪和呆滞的阿朱。醒来的深野一拍阿朱这才对他从闺蜜见死不救的悔恨中清醒过来。他见到了真凶真岛，但对方却无法用支配者审判。今夜注定又是一个无眠之夜。3年前，米生还是一名官方指定的正规歌手，不过因为沉迷艺术活动导致犯罪系数上升，被关进了潜在犯监狱。西比拉系统判定他有成为执行官的潜质，于是也作为监察官曾去监狱招揽过他，不过被米生拒绝了。他非常热爱音乐，仍旧渴望回到舞台上，但是他提出的购买电吉他弦申请却一直没有通过，还因此导致色相浑浊被强制昏迷。1夜之后又来找他，不过不是为了执行官的事，而是为了一起案子。当时的慎野还是一名监察官，最近几个月街头扫描仪一直在被破坏，犯罪手法不同，犯罪分子也不止一个，但是他们都频繁出入过北泽这个地方，他们合理推断那里已经形成了反社会团体。而弥生之前一直以北泽为据点进行音乐活动，对那里应该很熟悉，所以慎野希望他能够协助警方办案。在外面等得不耐烦的佐佐木接走了一野，慎野找弥生帮忙，是因为他有成为执行官的潜质。对于这样的搜查来说，刑警队伍的嗅觉很重要。弥生却认为执行官就是检察官养在身边的狗，他不想做狗，不想让自己的色相浑浊，而是想出去之后继续进行音乐活动。慎野知道他热爱音乐，申请购买了23次电吉他弦，指甲也一直在认真修剪。觉得隐私被窥探的弥生生气地让慎野离开，却没想到慎野隔着玻璃贴出了吉他弦的包装袋。弥生在没有入狱时，在乐队有一个好友叫丽娜，对方是非官方指定的乐手，和官方指定乐手关系很不好。一方觉得和这种潜在犯混色相会浑浊，一方觉得看西比拉系统脸色做出的音乐没有价值，但丽娜却对弥生很好，帮他保养指甲。弥生现在涂的指甲油就是丽娜送的。为了电吉他弦，弥生答应帮这个忙。要掌握北泽所有活动区域是不可能的事情，北泽有很多被业主弃置的建筑，大家都在随便占用。昨天刚开放的场地，今天就了无踪迹，也不是什么稀罕事。不过其中也有几个知名场地。在与犯罪分子的行动记录对照后，弥生锁定2个地点：Yellowwood和27 Club。佐佐木前往27 Club 调查，老爹则潜伏在Yellowwood。一野和深野带着弥生在车上待机，弥生觉得2人很悠闲。人这种生物，不管被放在多么残酷的环境下，只要待久了都会习以为常。检察官是这样，潜在犯也是这样。深野告诉弥生，基本上没有人能以正常状态走出改造设施回归社会，有因为拘禁反应而崩溃的，也有因为心理测量值持续恶化而被直接处刑的。潜在犯们习惯过着不断被掠夺的生活，最后走向沉沦。弥生或许能凭借意志克服一切，但还有其他办法。深野将支配者递给弥生，他是西比拉系统仅赋予监察官和执行官的特权，是掠夺方的力量。想摆脱不断被掠夺的命运，就得成为掠夺方。这是佐佐木发现了在吧台等待交易的可疑分子，而弥生也通过现场音听出了是丽娜的演唱。佐佐山抢走了犯罪分子用来交易的燃烧弹，却没想到其中一个犯人逃跑引燃吧台，引起了骚乱，导致现场观众仓皇逃窜。犯人挟持了人质威胁佐佐山，但他的犯罪系数没有过100，支配者无法启动。佐佐山不断通过言语刺激犯人，致使他的犯罪系数飙升。他和慎野默契配合，保护人质，击毙犯人。爆炸发生的太突然，弥生冲进酒吧寻找丽娜，却发现丽娜才是这群恐怖分子的头目。丽娜邀请弥生加入他们要改变这个扭曲的世界，用音乐唤醒成为西比拉奴隶的人们。但弥生从未想过什么改变世界，他仅仅是想和丽娜再次站在舞台上而已。但丽娜却早已抛弃了快乐的音乐，如果没有了力量，这一切都毫无意义。弥生明白他们再也回不去了。弥生掏出执行者，希望丽娜能迷途知返。如果他继续错下去，一切都将无法挽回。丽娜丝毫不为所动地离开。弥生想要扣动扳机，却被告知是非法用户，无法开枪。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丽娜离开。从那一刻开始，弥生决定他要成为执行官。监察官一野最近犯罪系数上升得很快，马上就要超过正常数值，成为潜在犯了。心理医生建议他找亲近之人谈谈，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像他这个年纪，父亲应该是很好的倾诉对象。
一野苦笑一声，有特殊情况。全攻手事件发生之后，一野将之后发生的事报告给了局长。当时阿朱距真岛不足8米，犯罪行为就发生在他眼前，但支配者却没能正常启动。局长认为这是阿朱惊慌失措导致的操作失误，也努力证明阿朱作为警察的素质和能力过人，这一点已经由西比拉系统的适配性诊断证明了。但那份质疑西比拉系统的报告也是由他们提出的。如今安定繁荣的社会都是由西比拉系统带来的，正因如此，西比拉系统必须完美，而且绝对不可以犯错。但如果系统真的是完美无缺的，那它的运作就不应该由人类插手。但是公安局里还有刑侦科、检察官和执行官存在，手握西比拉的眼睛，支配者的枪柄，因为再怎么以其万全的系统，也需要相应的安全预案以备不时。突发事件时的灵活应对，功能缺失时的应急措施，只有包含这些，系统才能成为完美的存在。而所谓系统，比起能够完美运行，更重要的是一直让人相信它是完美的。西比拉正是有了人们对他的确信和放心，才能为人们带来幸福。局长知道叶的心中还有诸多疑惑，于是破例给他看了一份绝密文件。3年前标本事件的嫌疑人藤间被逮捕时没有测量到犯罪系数，但是他是证据确凿的现行犯，但是支配者却对他毫无反应，因为他的心理测量值并没有超过规定。这种极其罕见的人被称为免罪体质者，就是鹰流扫描仪的测量值和犯罪心理不一致的特殊案例，200万人中才会出现一个。真岛明显也是免罪体质，标本事件也有他参与其中，2个免罪体质合作，案件的调查才会寸步难行。藤间在这之后下落不明，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由于他犯罪而产生的受害者，既没有暴露西比拉系统的盲点，也没有动摇社会的信赖。叶他们处在系统的末端，而人们只能通过末端来认识理解系统，因此系统可信度的判断标准就是末端是否严格的基于适配性来履行职责。如果连他们都怀疑支配者，就会引发全体市民对这个社会秩序的怀疑。说了这么一大堆，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局长下令逮捕真岛，但又不能杀了他，只要将他带到总部，他就能和藤间一样，再也不会危害社会。参加完有志的葬礼之后，阿朱去看望了深野，他很快就放跑了真岛。深野知道不是他的责任，问题出在支配者身上。现在叶正在和上头交涉进行调查。真岛这么久从未露出过马脚，这次主动现身绝对有什么诡计。阿朱并没有因为好友的死而消沉，他们都知道必须要尽快抓住真岛，而且阿朱还有一点很开心，真岛是真实存在的，这下再没有人怀疑深野了。目前为止，只有阿朱清晰地见过真岛的脸。为了再现真岛的样子，阿朱申请人像组合，直接从脑部中提取记忆中的视觉信息，并将其转化为图像。深野不同意，这可是强制性的记忆重复，偏偏还是亲眼目睹好友被杀的记忆。就算是他心理测量值也会受到负面影响，就算一叶反对也没用，阿朱坚持要这么做。局长下令这件事不能公开调查，在专业小组的结果出来之前，一切都是保密的。但是阿朱等不了，非公开调查很难获取线索，所以需要人像组合技术。就算他因此犯罪系数上升降为执行官，他也必须要逮捕真岛。一野呵斥他不许说这样的话。阿朱安慰一野，自己唯一的长处就是色相绝不会轻易变浑浊。阿朱带上设备开始记忆读取，虽然智人警告过他会产生相当大的心理负担，但当阿朱真的回忆起那段记忆时，还是让他的精神几乎崩溃，被一野扇了一巴掌才清醒过来。紧接着就因为极度不适干呕不止。不过好消息是记忆捕捉成功，阿朱的心理测量值也从巅峰的80迅速回落。深野担心阿朱，说服了医生强行出院。阿朱正在接受减压治疗，很快就能恢复。大家都被阿朱这股狠劲惊到了。不过这样的努力还是有结果的，真岛的人像被清晰地分析出来，确定他就是鹰双学院里那个神秘的老师。通过对所有监控摄像头拍摄的画面逐一搜索，发现他曾出现在虚拟人物案件受害者监狱的门口，已经优先发给了人脸识别系统。深野不禁感叹，阿朱已经是一个合格的警察了。一野叫老爹出去谈心，想知道为什么阿朱的色相不会变得浑浊。阿朱似乎永远不担心自己的犯罪系数，他整体上认可所有的事物，原谅认同并接受这个世界，不讨厌铤而走险，但也不随波逐流。他坚信警察这个职业的意义与价值，毫不怀疑。老爹曾经也像阿朱一样相信正义，突然有一天被配了一把会说话的枪，还被命令以后要听支配者的指挥对别人开枪。他很生气，这种做法不是他所相信的警察的工作，而这种想法越多，他的色相就越浑浊。一夜质问他，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辞掉警察？为了这种不情不愿的生存方式，就把他和母亲卷了进来。没错，一夜那位潜在犯父亲就是老爹，虽然嘴上说着不喜欢，到头来他还是一名警察。他否定西比拉，西比拉也否定了他，然后诞生了新的秩序，这个国家重新步入正轨。或许是他错了也说不定，因为他从认同了这个时代并死心开始，犯罪系数就变稳定了。倒是一夜该担心一下自己的心理测量值，当他和自己一样对这份工作有所怀疑时，就要小心了。今后的路上或许会有陷阱在等着他。
一个戴头盔的男人走入药店，要求医生把纸上的药开给他，医生拒绝了，因为这种属于中枢神经的药，需要授权机构的处方和人体成分分析数据。没想到男人听完之后，直接掏出剪刀扎进了医生嘴里，护士吓得射摄像头大喊求救，但却并没有任何人理会。不久之后，公安封锁现场，支配者一到手，阿朱就忍不住想起之前的事，被慎也拍了一巴掌，让他先集中精力解决眼前的案子。案件本身很明了，有人堂而皇之的进入大门，杀死医生后抢走药物后，大摇大摆的离开了。监控拍下了完整的案发经过，但奇怪的是，安保机器人却并没有报警，而且犯人的心理测量值从一开始就是清澈的正常值。也认为问题出在犯人所佩戴的头盔上，应该有什么装置骗过的音流扫描功能。老爹不太相信仅凭一个头盔就能伪造心理测量值，要说切断音流扫描还有可能，但如果只是这样的话，根本无法突破安保系统。如果有无法扫描的人通过，警报会立刻响起。问题在于，扫描仪检测出了入侵者的心理测量值，并且做出了对方是善良市民的判定。现场的安保系统是以音流扫描的可信度为前提设计的，如果心理测量值没有问题，犯人就会被当作完全没有犯罪可能的人顺利通过。无人机不具备将实际发生的伤害或者盗窃行为认定犯罪的功能，而能应对这种犯罪的方法，这个城市里已经不存在了。繁华的街道上，头盔男拦住一名女性，用锤子将其当街虐杀，而来往的行人居然没有半点反应，甚至还有驻足围观拍摄视频的。无人机检测到被施暴女性的心理压力飙升，但却对犯人熟视无睹。在以前，大门锁上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怀疑他人是维持秩序的前提。但是现在，人们不仅没有必要怀疑他人，因为路边遇到的陌生人都是心理测量值有保障的安全善良的人，以此为前提，这个社会才成立。但如果头盔男那种蒙骗音流扫描的方式被世间知晓，或者真岛那种人的存在被公开，势必会引起社会的恐慌。智恩发来联络，将头盔男当街杀人的视频发给了他们。沈也敢确定，这绝对是真岛干的。比起单纯的犯罪，对方更像是在撼动某种根基。而在看完演示视频之后，更多人戴着头盔开始实施真岛的计划。他策划的一场好戏即将开场。公安赶到事发现场，谁能想到当今社会居然还有人在当街被杀？周围的人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结果到最后都没有人报警，全靠区域压力警报才发现了异常。而对此坐视不管的不只是人，命案就发生在心理测量仪扫描的监控下。犯人的心理测量值被实时记录，竟然仍旧是正常值。随时伪造心理测量值，仅依靠一台头盔不可能做到。这是慎也发现了异常，犯人的心理测量值和区域压力变化在以相似的曲线整体推移，对方是以和周围人完全一样的精神状态的行动。头盔把戏解释起来很简单，在半径30米范围内，只要有一人的心理测量值平稳，头盔里的人在做什么都不会被注意。很快，高速路上又发生了一起运钞车被抢事件，犯人同样戴着头盔，也带着救星和弥生前去调查运钞车案，剩下的继续处理杀人案。阿朱很疑惑，犯人为什么要犯罪呢？深夜刚想说阿朱的问题是个废话，却突然茅塞顿开。虽然看起来都像是无差别犯罪，但是从杀人案的犯人充满憎恨的犯罪手法来看，没有动机是不可能的。深夜拜托智恩查一下受害人藤井身边的人际纠纷，或者长期不曾外出的人。智恩很快调查出藤井的公司同事伊藤最近2周一直在病休，而且收到了健康管理指导的通知。深夜闯入伊藤家中，发现满墙都是藤井的泄愤照片和人偶，对方是凶手这一点确认无误。伊藤从阳台撞倒阿朱试图逃走，深夜接枪对准伊藤，却发现对方的心理测量值只有32，他又将枪对准阿朱，阿朱的心理测量值同样也是32。深野这一下明白头盔的把戏了，那个头盔本身就进行音流扫描，然后复制周围人的心理测量值，但只要周围没有其他人，头盔就是一堆废铁。在智恩的协助下，无人机出动，将逃走的伊藤赶进附近无人仓库。深野特地叮嘱阿朱不要靠近目标，两人合力将伊藤逼入死路。头盔自动复制深野的心理测量值，深野动了杀念，犯罪系数高达280。支配者启动麻醉模式放倒犯人，抢劫运钞车的混混找到真岛打算过河拆桥，却没想到踢到了铁板，当场去世。而真岛的手上还有更多同样的头盔。当头盔人当街虐杀女性的视频在网络上传开之后，立刻就引起了社会恐慌，而越来越多的犯罪分子开始在头盔的掩护下不断作恶，抢劫打砸，报复社会，随意杀人，甚至还有故意报复事业有成同学的人渣。社会秩序陷入混乱，几乎人人自危，区域压力不断上升，戴上头盔就能肆意妄为，无恶不作，而摘下头盔之后就想把这些罪恶一笔勾销。原本安分守矩的普通人也终于在沉默中爆发了，暴虐在扩散，短短几天就发生了上百起恶性事件。不仅是
头盔党，受到胁迫的市民也在到处引发暴动。而引发出这一切危机的真岛，此时还在悠闲的喝茶，和小崔像平时朋友一样讨论着书的内容。真岛认为还是纸质书更有味道，书对于他来说是一种调整自我感知的工具，就像是在给精神调弦定音。公安局长下达了紧急召集令。自从导入西比拉系统以来，市民的暴动被判断为绝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现在公安并不具备足够的警力镇压暴动。在国防部的镇压部队编制完成之前，刑侦科需要全员出动。支配者被头盔干扰无法使用，现在顶方的武器只有电击棒和脉冲手榴弹，浪涌电流可以使头盔无效化。刑侦科分为3人一组，按区域分配进行地毯式镇压。而在刑侦科开始行动的同时，真岛小崔也带着彩色头盔小队开始搞事了。虽然没有决定性的证据，但神野一口咬定这就是真岛干的。毕竟普通人光是想要制作让西比拉系统无效的装备，色相都会变得浑浊，更别提之后的设计、量产和派发，这可不是简单的避开扫描仪就能办到的事。所以幕后之人一定是没有头盔也能和西比拉系统抗衡的人，抓住西比拉系统的盲点，引发群体性心理危机，这就是真岛的目的吗？阿朱总觉得有哪里不对。真岛的犯罪行为似乎都是在寻找某种答案，他的目的一定不仅仅是制造混乱。如果他真的是以观赏暴动为乐的愉悦犯，会比现在要好抓得多。虽然有新闻管制，但这件事还是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甚至传出了公安屠杀市民这样的谣言。很快，阿朱小队就在路上遇到了头盔党和普通市民互殴事件。如今的公安一点威慑力都没有，头盔党甚至看到警察之后直接往前冲，被甚野用脉冲手榴弹放倒一片后，这才乖乖听话。不然按他们现在的犯罪系数，支配者估计可以枪毙一大片。甚野陷入了沉思，不仅是普通市民，其实头盔党也是受害者。从现在这种情况来看，即使公安不动手，普通市民也会动用私刑，头盔党迟早会被杀光。而且他注意到网络上流传的谣言都极具攻击性，如果这也是真岛信息控制的手段呢？头盔党只要摘下了头盔，就是什么都干不了的渣子，而他们不过是真岛手里的棋子。如果真岛已经算计到了一切，那么现在公安的行动也应该在他的计划之中。通过观察暴动发生的地点，甚野更加确定这场暴乱是为了让刑侦科倾巢出动的阴谋。公安所有警力都被派出后，公安厅就成了守卫最薄弱的地方。真岛的目标是西比拉系统。5年前，小崔一直渴望掌握西比拉系统的真面目。他通过设置在首都圈各地的服务器实现分布式并行处理，是个实现了如同铁臂一般高容错性的理想系统。可事实上，测定全体国民的心理测量值需要大量演算，如果不是通过网络进行网络计算，根本无法完成这么大的计算量。可他越深入就越发现，数据传输的方式非常可疑，不管是扫描仪还是心理治疗 AI， 甚至是支配者，这些数据都看似围绕着山脊进行传递，但全都是在原地打转。围绕西比拉系统的所有通信有着一个必定通过的中转点，很明显，在某个地方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独立系统。所有西比拉计算处理都交给这个系统处理的话，一切都说得通了。但问题就是，如果只有一个系统，它所承担的吞吐量是现有技术根本无法实现的。而且把系统集中到一个地方，安全风险太大，除非这个神秘的系统政府宁愿铤而走险也要保证其隐蔽性。小崔通过追查音流扫描经过的中转站，锁定了西比拉系统的所在地，正是后生省的诺纳塔。与此同时，阿朱也在紧急联系一野，说明他们的发现。刑侦科全部出动，中央区官厅街防卫空虚，如果真的被偷家了，后果不堪设想。一野只好让他们先过去确认情况。而另一边，侦探和小崔已经带着人攻入了诺纳塔。塔顶和地下是这里耗电量巨大的2个地方，塔顶是电波塔，耗电量大也正常，但地下设施的详细资料就算在这里都了解不到。从示意图上看，地下只有4层，但如果按照当初的设计规划，地下应该有20层才对。公安靠近的消息很快传来，真岛的直觉告诉他，来者一定是甚野。他让小崔前往地下寻找西比拉系统，他去楼上引开甚野。等阿朱3人赶到，诺纳塔门口的警务机器人已经全部报废了，塔内通讯被切断。阿朱再次联系一野，塔里确实出事了，但暴动还在持续，他们只能先行前往塔内镇压，而且必须要活捉真岛。智恩通过违规密钥搞到了塔内监控，敌人如今兵分2路。真岛刚在最高层下了电梯，而另一队人则在地下4层之后失去了踪迹。深野的目标自然是真岛，秀星自己去探索地下。说好的塔地只有地下4层，但秀星却在原本是死胡同的地方发现了一条通往地下的秘密通道，电梯都被上了锁。好在智恩找到了无人机专用电梯，避免了2人爬上90层楼的坑爹运动。在满载数据的塔里显然不能使用脉冲手榴弹，对付头盔党的方式又少了一个。但深野脑瓜转得够快，他直接捞了一个头盔阿朱戴上，这样就算阿朱在，别人也无法读取他的心理测量值。深野知道真岛的目的地在地下，不然他们也不会兵分2路。
真岛多少已经掌握了这座设施的真相，但是慎也还是在阻止真岛阴谋和逮捕慎也之间选择了后者。秀星在下到神秘通道之后，通讯就断了，并在走廊上遇到了头盔党的伏击。虽然被钉枪伤了肩膀，秀星还是成功反杀，还通过对讲机和正在破解西贝拉保安的小崔打起了语音。整座地下宛如一个大型的电波暗室，支配者又成了破铜烂铁。小崔怂恿秀星叛变，只要摧毁了西比拉系统，这个不正常的世界就会被彻底推翻。现在和他一门之隔的就是西比拉的系统中枢，他们都是潜在犯。在看到夺走他们一切的那些人在街头厮杀时，他难道不会感到兴奋吗？秀星确实觉得解气，但他不打算倒戈。西比拉确实该死，但随意操纵他们决定他人生死的真岛更该死，真当自己是上帝吗？他们都一样，不过是眼红别人幸福的垃圾而已。这座城市里死多少人他都无所谓，但是他不允许让别人互相残杀的人悠闲自在。深夜在上面对付真岛，他不能不讲义气。秀星威胁着现在就过去弄死小崔，当然如果小崔在之前摧毁了西比拉系统就更好了。另一边，深野和阿朱追到了楼顶，两人在防火楼梯上遭遇了头盔党的攻击。真岛将自己的心理测量值复制给了头盔，所以就算阿朱戴了头盔也没起到作用，支配者无法正常启动。深野虽然凭借高超的体术放倒了头盔，但阿朱腿上还是中了一枪。他让慎野先去追真岛，慎野爬上顶楼，真岛的面没见到，就先在两个头盔党的缠斗中受了不小的伤。这是双方第一次正式交锋，慎野拿起支配者一对准，犯罪系数为0，很好，又是一块废铁。慎野压根儿不打算逮捕真岛，而是要在这里杀了他。真岛的背后没有黑暗，事情的真相等杀了他以后也可以慢慢调查，像他这种人活着只会后患无穷。双方一言不合打了起来，真岛的格斗技术非常好，连深野都不是对手，更何况他还有伤在身，很快就被撂倒在地。真岛也没打算再和深野玩下去，掏出割喉刀就要送他上路，没想到阿朱拎着头盔冲了上来，对着真岛就是一发正义铁盔。真岛猝不及防，当场歇菜，深野动弹不了，让阿朱动手杀了真岛。虽然杀害好友的凶手就在眼前，但阿朱犹豫再三，还是没能下手，他要将真岛交给法律制裁。负伤的秀星解决完头盔党，来到最下层，小崔已经破解了西比拉系统的防护，而出现在眼前的这一幕几乎让他三观尽毁。小崔掏出手机录像，西比拉系统根本不需要摧毁，只要将他的真面目曝光，这个国家就彻底完蛋了。秀星听到动静回头，公安局长突然出现，支配者转化为终极清楚模式对准了小崔。小崔虽然立马反击，但还是被轰成了碎片。同样被击中的局长露出了全身机械的身体，再次将枪对准了秀星，而支配者在他的手中从麻醉模式强行改成了毁灭模式。秀星嘲讽地笑了，他真是受够了这个操蛋的世界。真岛被捕，头盔党被尽数瓦解，报道案宣布告破，但是秀星下落不明，也觉得他可能趁乱逃走了。获得这样的结果，他们真的能算是赢家吗？警察的工作从本质上讲就是对症下药，出现受害人后再进行搜查。从这一点上讲，他们从一开始就已经输掉了一半，至少他们努力将必败之局扳平了。安全完美的社会不过是幻象，他们至今仍生活在危险的社会中。政府的决策实际上是在让他们承担风险，不过风险被巧妙地分摊了，所以无人发现。或许有人发现了，却选择视而不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清醒。人类是聪明的物种，他们能够无意识地努力规避责任。当然，对于现在的他们来说，如何制裁真岛生户才是最该考虑的事。他的罪行铁证如山，绝不能轻易放过。这场暴动导致了大规模群体性心理危机，收容设施爆满，城市机能也几乎瘫痪。真岛仅凭一人之力就把整个城市搞成这样，如今审判制度已经取消，如何为真岛立案量刑成了问题。而就在这时，一野却被局长叫去告知，真岛的案子已经被后生省的特别小组接手，将被作为研究样品处理，他们已经无权的干涉这件事了。一野想要反驳，但局长却搬出了秀星失踪的问题兴师问罪。西比拉系统已经修复，秀星仍未落入监视网，说明他一直在躲避监视，这样下去可是会被追究责任的。秀星不就是被你杀了吗？老太婆还挺会装。得知真岛的案子被移交，最生气的自然是慎野。真岛明明是他们逮捕的，却连审讯的权利都没有。慎野和一野吵了一架，气冲冲的走了，他们也只好将行动转移到搜查秀星的下落上来。慎野和阿朱搜遍了诺纳塔地下，什么都没有发现。慎野不相信秀星会逃走，失踪并不是他的本意，如果不是被绑架，就应该是被杀了，比如用支配者的毁灭模式彻底分解。一野接到了市民的报案，在诺纳塔2000米处发现了一具严重损坏的支配者，据查正是秀星持有的，就像是秀星为了逃走而故意破坏了支配者。但是从诺纳塔到这里这么长一段距离，如果秀星真的逃了，怎么可能一次都没被监控拍到过？做警察的没人是傻子，很明显有人故意设计伪造出秀星出逃的假象。
真岛从床上醒来，发现局长守在他身边，两人从未谋面，但局长的态度却像是对待老朋友。局长还给了真岛一本书，真岛瞳孔地震，局长竟然是3年前就被逮捕的藤间，他是怎么从震惊全国的猎奇杀人连环凶手摇身一变成为公安局长的？这还要归功于全身机械化技术。真岛熟悉的藤间如今只剩下了一个大脑，而且他也不是公安局长，他们的大脑被单元化了，总是轮流使用这具身体，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西比拉系统。藤间长将小猪的手机扔给真岛，实际上他们已经发现了西比拉系统的本质——缸中之脑，也就是人类大脑的集合体。西比拉系统也就是所谓的 PDP 模式，是由大量超级计算机进行并列分散处理，对外的说法和实际状态相差甚远，基础知识的活用和推理技能的实现，只靠提高以往的运算速度是无法达成的，需要通过机械性的扩张，将可行的系统并列处理，才能赋予其庞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将人体的大脑活动一体化，以扩展思考能力，再使其高速化的系统，就是西比拉系统的真相。目前系统的组成人员有247名，其中有200人轮流进行绘画控，才能实时监视判定所有国民的心理测量值。说到底，机械性的程序能判定的，也只是根据色相诊断进行的压力检测。但如果要判定更为深刻展现人性本质的犯罪系数，则需要更高层次的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能够实现到这一点的只有他们。真岛只觉得可笑，因为政府宣传这是不依靠人类自我，而依靠机械来做到客观公平的社会统治，民众才逐渐接受了西比拉系统，但它的真面目却是人类大脑的集合体。但藤井真认为，审判并监管大众的他们已经是超越人类的存在了。要成为西比拉系统组成人员的首要条件，就是拥有不会被人类过往创造规则所束缚的人格，不与他人产生情感共鸣，也不会为情感所困扰，能从外部审视并裁定人类的行为。像真岛这种集结西比拉全体意志都无法估量的人，被称为免罪体制。拉拢和这些是没有天壤之别的具有全新思想和价值的人，系统才能不断扩张思考的广度和深度。当初藤间被公安抓住之后，没有被判决，而是直接消失，就是因为他加入了西比拉系统。藤间现身说法，和他人的大脑共享意识，扩大理解和判断能力之后，那种无所不能的感觉，让他觉得自己就是神话中的预言者，支配着整个世界。个人的肉体所获得的快乐是有限的，但智能所带来的快乐是无穷的。很显然，西比拉系统希望真岛也成为系统的一员。当然，这并不是要求破坏他作为个体的独立性，比如藤间到现在依然保留着自我，只要真岛点个头，去往后生省的途中就可以完成外科手术。真岛生活表面化的存在会与肉体一起消失，他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成为这个世界的统治者之一。真岛给藤间讲了个故事，格列佛游记中，巴尔尼巴比的一个医生想出了让政见不合的政治家友好相处的方式，他把两人的大脑切成2半，再拼接缝合，手术一旦成功，思考起来既有分寸又和谐。这是对于自己诞生就是为了监督和支配世界的人类来说，是再好不过的方式。很明显，这场谈判谈崩了。不等藤间掏出支配者，真岛抡起机器砸向藤间的脑袋，动手折断了这具机械身体的四肢。藤间以为真岛在没搞清第一点之前暂时不会反抗，所以掉以轻心。但是藤间刚才说了，在去往后生省的途中，说明他们不在公安局，而且还在移动中。真岛断定他可以逃生，他对审判和裁决不感兴趣，打心底里享受着名为人生的游戏，所以想一直以玩家的身份继续参与下去。真岛将藤间的脑袋彻底砸碎后逃离。深夜，真岛突然收到了真岛的通讯，对方只告诉他西比拉系统不值得守护后就挂断了。与此同时，伊也发来联络，运送真岛的飞机在途中坠毁。等到他们赶到，只看到一具被运上救助者的遗体，伊也被禁止进入现场。公安局长假模假样的出现，以后生省除了内应为由应付过去。为了真岛的好脑子，局长再次要求伊也活捉真岛，秀心的追捕一招二科，还下令让慎也退出任务，并对其严密监视。慎也何其聪明，局长为什么要对本就不足的人手加以削减？阻止其再度犯罪只是其次，他是要真岛确保人身安全，这已经算不上是逮捕了。高层无意制裁真岛，即便他们再次抓到他，局长也会出于某种别的目的地利用他。真岛在电话里提到了西比拉系统的真相，明显他获取了一些连公安都无法得到的内幕。慎也推断出这场事件的大致真相，明显某能按照自己想法随意操控西比拉系统的人和真岛进行了谈判，却反被真岛抢了先机。其后非但不恼怒，反而越发执着于真岛。转移真岛使用的飞机而非押送车，而且同乘的只有无人机，这一切都很反常。现场运出的尸体究竟是谁的？深野偷偷看过了一眼在全宫守时间后提交的案件报告，支配者对真岛无效一事被删除了。
高层正在全力粉碎存在有西比拉系统无法制裁之人这一事实。对于真岛这种不受法律约束的人，只能使用特殊方法起诉开庭，为其量刑，但这样又会花费大量的时间。慎也后悔当时没有亲手杀了真岛，检察官不能动手，那就由他来杀，反正他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阿朱拦下慎也，这样做只会让杀人犯增加而已。他曾经所说过，希望不是作为猎犬，而是作为警察来工作。阿朱希望慎也向他保证，今后也会始终做一名警察。也很挫败，他不知道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老爹让他明哲保身，这是一场饲主与狗的抛球游戏，如果反抗只会受到严厉的责罚，倒不如改变自己的立场，既不是饲主也不是狗，而是去当一颗球，只是被投出然后弹跳滚动。乍一看好像很狼狈，但实际上却是最安全且轻松的。这件事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比起鲁莽行事引咎辞职，倒不如做一颗只会向低处滚的球。一也知道要逮捕真岛就少不了慎也的战斗力，只要事情与真岛相关，没有任何猎犬的嗅觉能和慎也相比。一也这次不打算再坐以待毙，只要放慎也出笼就能掌握主动权。他和二科的监察官青柳商量了一下，以人手不足为由，将慎也交换去了负责秀星失踪案的二科，这也是变相让慎也加入行动。没想到他们的计划被识破了，局长直接出面逮捕了慎也，他根本不给一也解释的机会。处于他监视下的执行官现在正企图犯下严重的罪行，他能做出更为明确不拖泥带水的举动吗？一也掏出支配者对准了慎也，局长很满意，他的手附上支配者，支配者瞬间从麻醉模式变为毁灭模式，就让他看看一也作为监察者不被感情左右的决断力吧。一也知道他只要扣动扳机，慎也必死无疑。然而就在这时，阿朱的枪先一步击中了慎也。对于犯罪系数在300以下的对象适用麻醉模式，阿朱以一也的枪故障为由结束了这场闹剧。他这一枪完美避开中枢神经，救了慎也一命。慎也醒来之后，发现阿朱在他床前睡着了。慎也仍未放弃追查真岛，他带走了知恩办公室里的头盔。不过6天之后，西比拉的恢复系统也将搭载对应程序，到时候头盔就只是废铁了。慎也又找到老爹和他喝了一杯，老爹问他为什么对真岛如此执着，他无法原谅的是罪恶还是真岛本身？慎也说都不是，他只是不能原谅放走真岛的自己。老爹知道慎也要干什么，他给了慎也一把钥匙。等到阿朱醒来，慎也已经离开了，只给他留了一封信。他抱着想要保护他人的想法成为了一名刑警，但是真岛的存在改变了这一切。只要他还是刑警，就无法对真岛出手，法律不能制裁真岛，那就叫逃出法外。他明白这是错误的，但只有走这条错误的道路，才能和过去的自己和解。下次见面的时候，阿朱大概会出于制裁他的一方，请到时候毫不留情地执行任务，不要因此背叛自己的信念。为了杀死真岛，慎也判处公安成了通缉犯，也又去找了自己的心理医生。他的心理测量值非常危险，再这样下去很可能被当作潜在犯。但一也却笑了，他想起了一个搭档，过去也遭遇了眼下这种情况，后来搭档就成了部下。为了不像慎也一样，他始终选择明哲保身，得到的却还是一样的结局。一也拒绝了医生提出的集中治疗，他想试着自己撑过去。虽然真岛的身份已经暴露，但因为暴乱地方监控出了问题，还要5天才能彻底恢复。在这期间无法使用脸部识别进行搜查。迷生害怕真岛会在此期间远走高飞，但是阿朱了解真岛，他不是被逼得走投无路就放弃的男人，直到最后他还是会挑战世界，要将裸露的人性摆到这个被西比拉统治的社会面前，不然他也不会给慎也打挑衅电话。阿朱表面看上去冷静，但其实对慎也的离开非常迷茫。他认为慎也不是潜在犯，也不希望对方成为杀人犯。知恩担心阿朱的心理状态，即便发生了这种事，他的色相仍旧清澈，就连阿朱自己都觉得自己冷漠。知恩安慰他，色相并不代表内心，既然如此，色相又代表着什么呢？慎也骑了老爹赞助的摩托去投奔杂贺教授，杂贺一眼就看出来他带了左轮手枪。他看了慎也带来的资料，如果说在西比拉系统的运行下仍有政治犯存在的话，应该指的就是真岛这类人。恐怖主义者、无政府主义煽动者。无政府主义的定义是否定支配和权力，但也并非混乱与无序。虽然真岛近似无政府主义者，但像他那样对破坏的狂热执着已经远远偏离无政府主义原本的语义。所谓的理想官僚，即是无愤怒、无偏袒，更无憎恶、无激情，亦无喜爱、无狂热，始终遵守义务。西比拉系统很接近理想的官僚行政，但是目前所公布的西比拉设计规范全都是真实的。而真岛也说了，西比拉系统的真面目是不值得他守护的东西。官僚制行政利用知识支配民众，即专业知识与实践知识，然后将知识保密以抬高自身优越性。而真岛就是想剥削下官僚行政这层优越性外衣，而他也成功了。之前的暴动将整个社会逼到了相当危险的境地，于是后生省向真岛提出了某种方案，但是被他拒绝了。慎也了解真岛，那个男人擅长挖苦、讽刺和扭曲的幽默来讥讽发展过度的科学和政治。
慎也不否认自己和真岛很像，虽然他不了解真岛的过去，但他知道真岛的人生中有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就是他察觉出自己拥有特殊体质的那一刻，发现自己可以自由掌控心理测量指数。有些人会将此视为一种特权，但真岛所感受到的应该是疏离感。在这个社会上，不被西比拉系统看到，等同于被未划入人类范畴，就像不被伙伴接受的孩子。一野据理力争，从局长手里要到了慎也的追捕权。毕竟，如果是他们，还可以在攻击慎也之前说服他。老爹只觉得一野天真，根本不应该和慎也有牵扯。而且，就算慎也投降，也只会被送进监狱处死。要追捕慎也的他们，只能以命相搏，倒不如直接交给别人。一野很生气，反正老爹也是察觉到故意放走慎也的，不仅不阻止，反而还羡慕地送他离开，就是为了让他去杀真岛。老爹也好，慎也也好，一个个都背叛他，擅自走到了他的对立面。他们就这么想成为正义的伙伴吗？老爹说这不是正义，而是执念。就算知道有更明哲保身的处事方式，然而违背自己一贯的原则，就意味着看到某一瞬间会发现自己所坚持的一切都是谎言。他们有他们的坚持，一野也有自己的坚持，他一定会亲手逮捕慎也。杂贺给慎也看了通过海外多重匿名服务器代理运营的老式匿名论坛，用户大多是被西比拉系统判定为废物的人，大家痛恨西比拉系统，经常会上来发帖泄愤。杂贺在吃饭前发了一个新帖，问有什么办法能在5天内让西比拉系统完全崩溃，大家都当作玩笑，想了各种办法。慎也和真岛是同一种人，他是不是可以从这些笑话里找到真岛的目的？很快一条帖子引起了慎也的注意，以粮食不足引发西比拉系统的危机。如今摆在这个国家餐桌上的99%都是以超级燕麦为原料加工而来的食物，而现在日本仅仅依靠号称有着超高产量的转基因燕麦生存，如果能找到超级燕麦的致命点，就有可能将整个物种全部毁灭。这或许是真岛的下一个目标，因为人口的锐减及西比拉系统普及，大量人口朝着城市集中，但人能动，土地不能动。以耕地为基础的第一产业不得不转化为全自动操作，通过完善无人化农耕系统来种植基因改良过的超级燕麦。农业这一工种就算这个国家彻底消失了，如今整个北方无人居住，成为了巨大粮食生产基地。如果农作物的健康管理方面出了问题，作为单一品种的超级燕麦就很有可能因疾病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日本就不得不再度从外国进口粮食。过去的闭关锁国政策也必须做出改变。粮食不足则会导致全体日本民众的犯罪系数上升。如果解禁粮食进口，国境警戒必然松弛，再加上难民的涌入，这样一来，犯罪系数的测定将形同虚设。如果真等的目的真的是农业，就一定会寻求专家的帮助。慎也告别杂贺开始行动，但还是晚了一步。慎也已经找到了苍道魂防御病毒原副的人卷官教授。苍道魂防御病毒的安保体系漏洞明显，只要变更 DNA 测序仪的指令，就能随意更改攻击对象。到时候只要将清除目标从害虫改为小麦，就能一举摧毁全国农业。而且进行病毒研发与配置的管理中心是直接移用的一所老旧大学研究所，只要能完成安保认知和人体认证，就能轻松突破。等到慎也赶到卷官家里，教授已经被真岛杀害了。与此同时，深夜加班的阿朱面前突然出现一辆无人机，支配者将他带到了诺纳塔被隐藏的地下。见到了西比拉系统真面目的阿朱几乎崩溃，他意识到秀星就是死在这里的，他没有犯任何错，仅仅是因为系统判定他能提供的社会贡献没有机密被泄露的他。出现西比拉系统无法解析其心理测量值的免罪体质者，在概率上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构建出如何坚固的系统，一定会出现不受系统控制的异端。仅靠改良系统使其复杂化，永远无法做到完美。那么就只有通过改变使用方法来化解矛盾，允许出现无法管理的异类，并谋求与之共存的手段，便可获得实际意义上的完美系统。那就是将系统的运作交给不受系统控制的异端。这些大脑在拥有各自独立人格与肉体时，都是不受西比拉系统管理的免罪体质者，其中有很多远比真岛残忍的人。也就是说，所谓的西比拉不过是集结了恶人大脑而形成的怪物。西比拉要求阿朱排除善恶之勇相对的价值观，他们需要的是完美无误的系统。至于由谁掌控、如何运营并不重要，他们西比拉意志本身就是系统。个体的指向性越是偏离常规，就越能给他们带来新思路与价值观。所以真岛生活的特异性极其珍贵，可以成为他们中出色的一员。构筑和谐社会，消除所有的矛盾与不公，这才是全人类理性追求的终极幸福。这一点只有完美的西比拉系统能做到。阿朱三观彻底崩塌，不知道西比拉为什么要告诉他这些。西比拉知道阿朱在生理和情感方面厌恶他们，但他并不否认西比拉系统存在的必要性。如果没有西比拉，现有社会的秩序将不复存在。对阿朱而言，必要性大于正当性，所以他判定阿朱不会暴露这个秘密，让系统陷入危机。他认为现代社会的和平、市民的幸福和秩序带来的安定比什么都重要，所以不会拒绝带来这一切的西比拉系统。
而这次见面的目的就是为了和他缔结合作关系。刑侦一科陷入危机状态，由于深野的失控、一夜的消耗，团队已经开始呈现出功能不全的预兆。如果没有新的领导者或调查工作的主导权，对真岛的追捕就不会有任何结果。阿朱因为内心的纠结无法发挥出应有的潜力，所以他们才会采取特别措施告知他系统的真相。他不认同深野对真岛进行个人制裁，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阿朱只觉得真岛的罪行应该得到正确的制裁，系统里的其他犯罪也是一样。但西比拉却说，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早就超出了过去所犯的罪行，这是个将人生交给系统的时代。西比拉系统判定你能去做什么，你就要去做什么。但阿朱不一样，他成绩优异，无数的人生和工作任他挑选，只有他能为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而烦恼。人生的价值、幸福的定义究竟是怎么做才是正确的？阿朱刚那个后生省就接到了叶的电话，石川发生杀人案，并在现场发现了深野的指纹。阿朱答应了和西比拉系统的合作，但如果他能活着逮捕深野，系统必须收回对深野的追杀令。如果深野不能活着，他就放任真岛被杀。在阿朱的威胁下，系统答应了这一条件。阿朱赶到现场，被害人是农林省工作的退休人员。房间翻找的痕迹中发现了深野的指纹。阿朱通过观察伤口，认为人是真岛杀的，深野应该是追查过来的。阿朱思考，深野最不希望发生的是什么？一是让真岛逃脱，二是在杀掉真岛之前自己先被抓。如果以这个思路思考，如果事先到达现场的深野藏起尸体，他们就会按照卷官失踪的错误推断搜查。要争取时间的话，这应该是最好的方法，但他却没有这么做。深野不会过分自信。阿朱认为深野应该留下了线索，如果自己失败，也要让其他人去阻止真岛，而这个线索就是他的考验，看看他是否有和他一样的执念。而通过扫描死者的喉咙，机器人在气管内部检测出了金属物。阿朱徒手掏气管，果然找到了深野留下的录音。被害者关卷可不是普通人，而是超级燕麦疫病防治对策开发负责人，曾被日本评为粮食完全自给方面的最大功臣。真岛为了毁灭北陆谷仓，从卷教授那里套出方法并将其杀害，尸体被挖走了眼球，所有手指第二关节开始全部切断，可能是为了突破安保系统，说明防盗设备不是音流扫描，而是依靠人体认证的老旧设备。而最有可能的就是管卷的研究团队曾使用过的目前转为稻仓魂病毒的管理中心的出云大学实验室，那里就是真岛的目标，他要以一己之力毁灭整个日本的粮食供应。真岛已经顺利进入实验室，深夜随后赶到，这场关于整个国家的宿敌之战即将迎来尾声。这个男人是个疯子，只要一个按钮，他就能摧毁整个日本的农业。刑侦一科从深野留下的线索中得知了真岛的去向。正当深野还在想办法潜入实验室的时候，阿朱他们的直升机已经停在了实验室的大楼上。这一处实验机构肩负着整个北方大陆的病毒管理，用大都不足以形容，相对他们抓捕真岛的难度也会翻倍。而看到公安登陆后，深野主动发来了通讯，真岛已经进入设施内部，现在很可能已经完成了对病毒的挑战，要阻止他就只能利用公安权限，赶紧将他在病毒散播出去之前切断电力供给，停下这里的所有设备。但这样一来，管理机能受损，安保系统也停止，而这正中了深野的下怀。他先利用公安解除安保设施，抢先进入杀掉真岛。阿朱不会允许深野这么做，深野很坚定，如果不停电，真岛摧毁的就是整个国家。但阿朱也不愿意让深野成为杀人犯，他想让农林省单独转移给他们安保系统的权限，但是手续太费时间，真岛很可能会趁机发动袭击。正如深野所说，为今之计只有让设备停止运转。弥生着手冻结发电机。行动之前，阿朱只有一个要求，如果遇到真岛，他的犯罪系数高于300，要启动毁灭模式，一定要通知他来，他有对付深野的王牌。原来阿朱早就跟西比拉谈判过了，直至成功抓捕真岛，阿朱的枪都会解除保险，固定在麻醉模式。这不仅仅是为了成功逮捕真岛，更是为了不杀死深野。老爹敏锐地察觉到了什么，自从局长被叫去后，阿朱就变得怪怪的，像是一人承担了什么一样。过于激进的监察官是什么下场，他们在深野身上已经看到了。阿朱让老爹用支配者确定一下自己的心理测量值，经历过如此巨大的变故，他的犯罪系数却只有30不到。现在的他才是系统期望的人才。在电力系统被切断的瞬间，深野开始行动。老爹认为真岛的生化袭击失败，他应该会立刻设法逃走。但是阿朱了解真岛，他的行动并不完全根据利弊权衡，他肯定会想办法完成行动。阿朱想到了紧急电源，现在还只是利用外部指令阻止了电源切换，只要利用中央控制台的控制面板，就能手动重启电源。当然，真岛趁机逃走也是有可能的。于是四人兵分两路，阿朱和弥生去控制室，也和老爹前往实验室。阿朱的行动太过异常，就连弥生都看出了问题。他现在比谁都积极，但也比谁都消沉。
阿朱只是明白了，止步不前什么都解决不了，只要继续前进不放弃，他就能以刑警的身份坚持到最后。在阿朱刚来的时候，米生觉得她是个天真的小姑娘，但是现在他可以确定，阿朱是值得托付性命的人。两人到达控制室，但这里却没有一个人。阿朱察觉到了不对，慎也应该比他更能准确地预测真岛的行动，但慎也却并没有先于他们一步到达，一定是他漏了什么重要的东西。老爹和一爷在去往实验室的路上又吵了起来，他知道是老爹协助了慎也的逃跑，并认为让慎也承担罪孽就可以战胜邪恶的想法，只是落后于时代的猎犬野蛮且嚣张的正义感罢了。一爷气的不止于此，而是老爹最终依赖的还是慎也，却不对他抱有期待。老爹解释，慎也是和自己一样的潜在犯，但一爷不一样，他坚持走自己的道路，这样就很好。阿朱大脑正在急速运转，犯人逃跑，警察追捕，这是他们一直以来的观念。但真岛的想法不一样，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让弥生待在控制室以防万一，冲出去紧急联系一夜。果然，一夜和老爹在地下室遭到了袭击，一夜不小心触发开关，引发爆炸，被压在了铁箱堆里。而真岛趁机现身袭击老爹，两人很快缠斗在一起。老爹擒抱住了真岛，却没想到真岛从怀里掏出了点燃的炸药，但并不是要和老爹同归于尽，他的目标是被压住动弹不得的一夜。一夜大喊着让老爹绝对不要放手，但是当真岛将炸药扔出去的瞬间，老爹还是义无反顾地扑了上去。他是警察，更是父亲。老爹捡起炸药，但是已经来不及扔出了，炸药在他手里爆炸。一夜吓傻了，强行扯出被压的手臂，冲到老爹面前，但老爹已经被炸毁了半个身子，一夜几乎崩溃。与此同时，慎也赶到，看在倒在地上的老爹，慎也悲痛不已，但还是咬牙去追捕逃走的真岛。老爹临死前最后抚摸了一次儿子，说到底他们还是父子，随后停止了呼吸。一夜到老爹死后才哭喊着父亲，但是已经太晚了。慎也和真岛又开始了对峙，真岛感慨慎也终于舍弃了虚伪的正义，拾起了真正的杀意，不愧是他看上的人。慎也骂真岛不过是被世人无视的垃圾，他知道真岛憎恨自己被孤立，被排斥于人群之外。真岛反问，这个社会有不孤独的人吗？通过与他人形成的羁绊来构建自我立足之地的时代早就结束了。在这个人人都被系统监视，都按照系统的规范来生活的世界，不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关心，每个人都只是活在自己孤独的牢房里，被驯化成了习惯于自我安宁的动物。慎也开出一枪，但击中的只是玻璃。真岛突然出现，打飞了他手里的枪，两人同时拿出刀刃开始肉搏。慎也不也是孤独的吗？没人认同他的正义，没人理解他的愤怒，所以他抛弃了信赖和友情，不惜舍弃唯一的牺牲之所，一路追到这里。真岛倒是很欣赏这样以孤独为武器的慎也，双方打得不分上下。慎也被真岛压制在地，但又反手划伤了对方的胸口，两人拉开距离，剧烈的喘息着。而就在慎也再次冲向真岛之时，一颗脉冲手榴弹突然扔来，强行将两人分开。阿朱出现制止了慎也，真岛趁机逃走。当然，他并没有打算一个人去追击真岛，他将固定在麻醉模式的支配者交给慎也，自己拿上了左轮手枪。他会让慎也协助抓捕真岛，一旦慎也有其他行动，他就会朝慎也腿上开枪。阿朱坚持不杀真岛，因为那是违法的，他不能对犯罪行为坐视不管。慎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坚持保护这种无法制裁坏人又保护不了民众的法律。阿朱表示，不是法律保护民众，而是民众守护法律。那些憎恶罪恶、不断寻求正义人们的心意日积月累，便形成了法律。它既不是条文，也不是系统，而是每个人都深藏在心中脆弱却又无可取代的心意。比起愤怒与憎恨之力，这份心意是极易破碎的。过去的人们为了创造更好的世界而努力，为了不让先辈们的祈愿化为泡影，他们必须努力守护到最后。如果人们都能这么想的话，这个世界就不会有潜在犯，也不需要西比拉系统了。阿朱和慎也顺着血液追踪了车库，一辆货车突然发动撞向两人，慎也就地一滚，及时躲过，但阿朱却挂在车尾被带离实验室。阿朱奋力开出一枪击中轮胎，导致货车侧翻砸进稻田。真岛从驾驶舱翻出，将阿朱踩在脚下，对着阿朱开出一枪，但是左轮手枪的子弹已经用尽了。眼看慎也追了上来，真岛只能扔下手枪朝稻田深处走去。慎也将阿朱抱上公路，重新装满子弹，义无反顾地冲进稻田。这是他和真岛之间的问题，谁也无法阻止。真岛带伤跌跌撞撞地走出麦田，他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每个人都是孤独的、空虚的，无论多棒的才能都可以找到备用，无论多亲近的关系都可以随意取代。这样的世界他已经厌倦了，但能被慎也杀死，他感到非常满足。太阳落山，真岛停止了逃跑，坦然迎来了自己的死亡。临死前他问慎也，你还能找到像我一样的人吗？慎也扣动了扳机，彻底结束了真岛的生命。
他们两人的命运早在相遇之前就已经注定。他们并非意见不合，也不是不能互相理解，相反，他们比任何人都了解对方，眼里也始终只容得下对方。阿朱知道深夜再也回不去了，虽然抓捕真岛的行动失败，但西比拉系统并不打算处置阿朱，他仍是拥有突出价值的个体，健康且坚韧的心理测量值和清晰的头脑与判断力都称得上是完美的理想型，而且他对西比拉系统始终抱有完全相反的感性厌恶与理性评价。鉴于舆论形势，西比拉系统的真相还完全处于隐匿状态，但总有一天他们会以真面目示人，所以在此之前，他们必须要创造一个在所有人了解系统真相后仍旧能服从统治的环境。阿朱作为珍贵的样本数据将受到系统的持续观察。西比拉系统承诺，只要阿朱保守机密，他的生命安全与行动自由就能受到保障。当今社会的正常运作完全依靠西比拉系统，阿朱明白这个道理，但他不甘心，迟早会有人来切断这个房间的电源，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听到这里，西比拉系统爆发出一阵诡异的笑声，尽管反抗和苦恼，这些都是他们进化的粮食。2个月之后，伊野来到老爹墓前祭拜。经过上次的事件，他的犯罪系数升到了140，从监察官降级成了执行官，但是他一点也不后悔。警察不是个好工作，但总得有人去做。老爹好歹有个墓碑，秀星的死亡真相却被永远埋葬，深夜仍旧在逃中。像他那种猎犬，一旦挣脱项圈，就和野狼无异了。或许放归自然，他会活得更加轻松。他固执狡猾又不服输，无论多么严峻的形势都能冲出困境。秀星、老爹和慎野都不在了，刑侦一科的人员大幅度调动。新的监察官上任，正是在梨花子事件中痛失好友的美嘉，而阿朱也成长了一名坚韧合格的执行官。心理测量者第1季完结。